大夫，我家这位怎么样了？能不能救啊？如果能救的话。最后撸下手上的一个大金镯子，塞在缪大夫闲着的一只手里。这个先给你，如果把我家男人救活了，再上10个。口吐芬芳的，你有10个吗？赏你个大头鬼！唉，我还是希望公爹能活呀。府里这样的10个镯子是没有，但是我略还有一点点提及，可以拿出来应应急。我再诊诊。就见老大夫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足足把皇帝的手倒腾了4、5回。中毒啊，这是，而且中毒很深，脉象也很蹊跷。老夫看着是积年累月下来，这会儿突然爆发的，所以啊，真的不太好治啊。20个金镯子，你能保住他的话，不跟要不起，各路神仙求求了，皇上千万不要轰啊！这样，我今日先扎针放血，再配一方解毒丸药，用药酒解了，一会儿你们帮他灌下去。想要救活，老实说，老夫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保他3、5日，可以尽力一试。你们自己也得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到好一点的医馆大夫。老夫把这脉象能解这毒的药味儿，怕是跟咱们寻常的药味不太一样，小医馆肯定没有，你们得到处去寻寻，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得抓紧想办法。燕飞不再多话，他让老大夫放手扎针就是。过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针扎完了，老大夫又拿出一颗丸药，兑了他带来的药酒化开，给皇帝灌了下去。从这里到北营最快要多久？从这里到太平城差不多3日功夫，从太平城到八方县快马1日，再加上休整的时间5天吧，最快就是5天了。走吧，上路吧。上什么路啊？黄泉路啊？留着老夫还有用啊，我这扎针的手艺练了几十年还是可以的。我还会拔罐、放血、刮痧排毒啊。口误，是赶路不是上路。天黑了呀，夫亲。就你们这脚程，夏师爷说5日，那你们就得走10日，不赶路怎么能行呢？你是希望你父亲没得救吗？众人走了一夜，好不容易找到个能栖身的山洞，燕飞终于同意停下来稍作休整。哎呀，不用客气，举手之劳，我现在是垒造手艺人了，以后皇上要是把我贬成庶民了，我还能有门手艺吃饭。不会的，你这次护驾有功，父皇醒了一定会嘉奖你的。不用，皇上要是醒了，我这张破嘴肯定得说几句实话给他听，皇上不砍了我，应该就算是仁慈了。就不能不说吗？不能，皇上之所以会有今日之果，就是因为恶因早就种下了，到时候我肯定不吐不快。行了，这会儿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啊？以后有没有机会见面还不一定呢，请省点力气吧，今后的事儿今后再说，你们赶紧弄点吃的，吃完了咱们就继续赶路。好了，糖水鸡蛋花吹一吹再给孩子啊，烫得很。本宫54了，老人家了，能不能也吃这个鸡蛋花？夏兆丰其实一直觉得老太太是扮猪吃老虎，所以对她态度也很好，点了下头，应了声好。夏兆丰，记住了，你的福气在后头，如果皇帝不死的话。小老太太，你最好记住自己说的话。随后没吃饱更没休息好的众人在燕飞的驱赶下再次上路。你爹他们也不知道是跑哪儿去了，这都出去好几天了。您想我爹了？我也想大崔了，可惜战场上我们去不了。据说他们前日又打了一场胜仗，陈将军还给他记了个头功，好像说是抓到了一个找了很久的北蛮的内应。哎呀，撒什么狗粮啊！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想你爹了？我就怕他在外头闯祸，现在世道又不太平，这人跟郑志明2个都算不上是机灵，也不知道好好在家待着。说不定我爹这回回来还会给你个惊喜呢。他之前在太平城订了一把菜刀，据说削铁如泥，这回老父亲出门
他特地关照了他，得把菜刀取回来，到时候给老母亲一个惊喜。在经历了辛苦卓绝的几日徒步逃难之后，众人终于来到了宿州与西州的交界处。皇上如何？大限将至，汤药喂不进去了，你们再找大夫估计也难救了，得有个心理准备。若你父亲没了，你以后就自己想个姓，隐姓埋名活下去吧。要不你姓夏吧。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不过咱们先不用太悲观，说不定还有救呢。不要太乐观，我没开玩笑。艺高人胆大的郑都统总算是进了太平城。进得城内，他一刻不敢多耽搁，便直接去了北安王府。信上所说都是真的。千真万确，皇上命悬一线，西州已被禁军完全掌握，还请王爷救驾。走，来人，把盛德明给本王叫来，集合所有王府亲兵，现在马上。另外让季松林立刻给本王滚过来，快点。整肃好的队伍浩浩荡荡跟着北安王和郑都统出了太平城的城门。去见见父皇吧，他现在也许能听得到你说话。皇兄，你说什么呀？怎么这样？皇兄无能，没有护住父皇。好兄弟，再去看看他吧，几天之后咱们俩就没爹了。北安王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皇帝跟前。父皇，孩儿不孝来晚了。父皇，您还认得儿臣吗？儿臣是袁彻呀，儿臣是单于袁彻呀，您还记得儿臣吗？父皇，您醒醒，您起来看看儿臣，儿臣已经好多年没见到您了，父皇。别听，千万别听啊！我不听，我不要听的，我不要听，我什么都没听到，没听到，我只是个小大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好命苦啊！我这是走了什么孽呀？娘娘，父皇不能就这么毫无尊严地死在荒山野地，父皇他是皇帝，是天命之子，不能这样。走吧，娘娘，跟孩儿回宿州。无论如何，父皇不能就这么走了。走，去宿州。如果你父皇到了宿州尚有气息，咱们就立刻去八方县找张御医，否则后头的事儿本宫也不知道如何处置了。你们和皇上都自求多福吧。众人很快就再一次启程，一点不敢多耽搁。此时的都城，正如郑志明所想的，压力全给到了他大哥那边。郑丞相，您还顾虑什么呀？禁军都已经来报了，余王叛乱，皇上已经惨遭毒手，你为什么秘而不发？难道你也是叛王的人？禁军说了你就信？你是3岁小孩吗？既然余王叛乱，他总得有所求吧？王爷所求8九不离10就是皇位，那他不得来都城吗？人呢？你说皇上轰了，叫我发丧，行啊。皇上的尸体呢？你倒是去找啊。我说左副相，你真的好着急呀！我怎么觉得你是巴不得皇上轰了呢？还有，你们一个个的站在他后面，见到上官行礼了吗？问好了吗？怎么皇上御驾亲征，没见到你们去送行？现在逼迫我发告全境，你们倒是一个没落下呀，是不是啊，邱尚书？皇上御驾亲征，我也去送行了，我还找您说话呢。你敢对本相自称我，还有没有上下尊卑之分了？你不懂礼数是吗？不懂，本丞相今日就好好教教你。郑大人，我忍你很久了，左副相，你为什么不叫我郑丞相？是不是因为你嫉妒我呀？你嫉妒我南阳先生一幅画能卖8000两，你的画连那些跟班的都不想掏钱买。你嫉妒我出身荥阳正室，而你家族谱还没草纸厚，所以你从不叫我丞相，只叫我大人，是也不是？郑志渊说的每一个都戳中了副相的痛点，堪称心理剖析之典范。既然郑丞相这般无理取闹，那下官只能让太子来找您了。来呀，老夫等的就是殿下。去，把老夫的好茶拿来，再去请崔祭酒来，咱们等着太子殿下来。
与他吃茶说话。而此刻的太子并没有什么闲情雅致喝茶说话。禁军再派1万去西周，虞王，本宫要见到虞王的尸首。殿下，禁军怕是调不动了，柯统领不在，没有圣旨朕。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太子吐出一口鲜血。殿下，您不能再这么动气了，这会让蛊毒在您体内更快的发作呀。不行，事已至此，本宫不能就这么算了。刘先生，你确定父皇肯定轰了吗？必定。我与那蛊毒世家认识已有30年，他们的蛊和毒从来用得非常精准，30年间从未出错过一次。按照用量来看，皇上已经轰逝，起码3到5天了。既然如此，那本宫就去会会郑丞相吧。既然禁军无法调动，那便让母后给外公去个信儿吧。总之，本宫必须要把虞王的尸首找出来。在北安王府的护送下，众人很快就到了太平城。皇帝气息尚存。于大夫，于大夫，救命！救命啊！于大夫，救命啊！哎呀，老夏，怎么了？于大夫，快点让于大夫准备抢救，有人不行了。好，赶紧准备床铺，有人急症。张玉义，别闹了，我这有急事儿，你就放了大料吧，他都快被你抽干了。好，不闹啊！急症，我们先看急症啊。我看，不是我们看。小气劲儿，哟，来头不小啊！北安王，张玉义，救我父亲！我操，我勒个，我需要我打下手吗？行，你去拿副金针给我啊！不对，等下啊，要一副10寸金针，先下针稳一稳再说。这肋骨怎么全断了呀？这是整个人砸地上了？不对呀，砸地上，脸没事儿，这嘴怎么脱臼了呢？哎呀，这一言难尽呐！这肋骨是我们暗断的，就是为了让父皇心跳再起来。这下颚，哎呀，你这不影响您扎针的话，这事儿本王稍后再跟您交代。这影响怎么不影响啊？还好我多问了一句，不然这一针长针下去，即刻就要没命了。行了，我知道了，我会看着办的。老芋头，要长针。张玉一不再多言，开始全神贯注的下针。蛊毒啊，这不是你妈的巧了吗？来呀，大廖！躲在一旁的大廖虎躯一震，拔腿就想跑。跑吧，你跑了，咱全得去给这位陪葬。您老别吓我啊，我容易晕。不吓你，我问你啊，你从小都中了什么毒啊？蛊毒啊！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从小就在西南治蛊的世家做长工，他们家就是做蛊的嘛。我中毒次数多了，就基本百毒不侵了。不过最后中了草原蝰蛇的毒，我没扛住。这人难道是解药？不，这怎么的？这就要死了？他们是打算蒸了我，还是煮了我呀？哎呀，救我呀！这于大夫救我呀！你哭啥呀？不会要你命的，就是要你办完血做个药引子。大廖，你割还是我割？你来吧，我下不去手。可他话音刚落，只觉手臂有点刺痛，原来是郑都统嫌弃这两人太磨叽，所以亲自动了手。哎呀，别愣着了，赶紧的拿碗呐！哎呦，这么多血，白瞎了！丹姐，白布和伤药也别忘了。谁啊？皇帝。什么？你再说一遍。嘘，躺着的是皇帝，窗口的小老太太是燕妃，那个是虞王，那个是北安王，那个是王妃，那个是世子，那个是……你怎么？哎呀，你皇帝都弄来了呀！哎呀，孩子没娘说来话长，现在咱们只能祈祷皇帝没事儿，不然可能咱们也得跟着倒霉。叫你别出门，你偏不听，又惹来那么多事端。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啊，禁足3个月，你敢出八方县，我就敢丧偶。说完，姚老板气哼哼的走了。父女俩小声的站在角落里嘀咕，夏安如这瓜是越吃越得劲儿。弑父弑君，太子和皇后都是狠人呐。正当父女俩说的正起劲儿的时候，硬挤进吃瓜内圈的郑志明跟只瞎子似的用屁股开路退了出来。来，青花兄，里头什么情况了？
不太好。张御医说，若是能早送到1-2个时辰，倒是有些把握。现在只能看皇上自己的命了。对了，大廖的血居然能做药引，你们说是不是天注定？这会儿撒大夫已经斟酌好了药方，让丹姐先去把药熬上了，一会儿给灌进去了再看能不能救得了。7分看天意，3分看大廖。哎呀，这不是封建迷信吗？可这会儿用都用上了，且看究竟有没有效果吧。前线战况怎么样？大崔说目前还算应对有度，这场大战已经进入了僵局，现在就看谁先熬不住了。肃北军看来得死守住关隘，不然的话朝廷现在估计也乱着呢。可不是，老夏，咱们开春有多少土豆种多少土豆吧，不然光靠米面，咱们八方县就这么些产量，我怕供不上肃北军。这些粮食计划留给他老爹操心就行了，他现在得先想办法留下皇帝的命。夏安如很快绕到了吴氏馆的后门处，此时丹姐儿正守着炉子在煎药。丹姐，前头于大夫在叫你。好，我这就去。姐姐，你知道躺着的那个是谁吗？是皇上，我看到了皇上的真身。嘘，别乱说，赶紧去吧你，小姑娘家家的，别乱瞧。真身？皇帝的真身难道不是四脚蛇吗？见丹姐走了，他赶紧从怀里掏出个小水壶，里头是来之前他进空间取出来的缸子水。等倒好了水，丹姐正好回来了。师傅说没叫我，肯定是姐姐太忙听错了。是吗？你这么一说倒还真是，我最近老是幻听。不行，等哪天我爹再去太平城，得让他买几个猪耳猪脑给我补补。两人说笑了2句，夏安如就借口要回去帮忙开溜了。重新回到医馆门口，夏安如跟老爹打了个招呼，正想走，却听有人叫住了他。你是夏师爷的闺女儿吧？本宫有事想麻烦你。对，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咱们能办的肯定给您办。客气了，你们家做的糕点我那重孙爱吃得很，孩子才醒又饿了，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们送点糕点来啊？好啊，您稍等啊，我去拿。夏安如话还没说完，抬头却看到另外几位女眷正眨着眼睛，像是打量又像是求救。诸位饿不饿啊？我家食阁就在旁边，今天做的是萝卜丝包子，若是诸位不嫌弃的话。不嫌弃，只要孩子不能饿，萝卜丝包子好啊，孩子好刻画。婆母，您要不要一起去？那行，这儿也坐不下那么多人，咱们先去食阁等着吧。要不奴才去拿几个包子给2位王爷先垫垫。哎，你也是，伺候人的活都不会干，2位王爷现在哪有心思吃啊？去帮2位王爷泡2杯去火的茶来。余王和北安王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非常明确一点，张御医不待见他们，跟着夏安如到隔壁食阁暂且休息的几位贵妇，受到了乔氏和梅香等人的热情接待。人家不是都说夫人小姐们吃得跟鸟似的吗？哟，这几位怎么担惊受怕那么多天了，估计体能都消耗完了吧？梅香，再给他们端一碗去。梅香应了一声好，端起一个大海碗就往女眷们坐的桌子那儿走去。你说他们是干嘛的？怎么穿的看着还挺好，就是怎么这么狼狈？大户人家可能走半道上被打劫了吧？不过咱们只管自己做生意就行，别人的恩怨跟咱们没关系。可不是，娘，您甭管那么多了，咱们有钱赚就得了。几位还要面吗？子清死死按住燕飞想要举起的手，小声说：面吃多了容易胀肚，娘娘您可吃了1海碗了，不能再吃了。咱们现在能不麻烦张御医，尽量的别麻烦他老人家。这会儿皇上什么？干嘛？见鬼了呀！就见走进来几个人，是皇帝来了。喊什么喊？见了父！行了，这会儿还矫情个什么劲儿啊？来人，给朕，真的是很饿的我，端点吃的来。是不是你干的？不是，是张御医医术高明。我这次真是小刀拉定开了眼儿了呀！老汉，我行医50年，你妈第一次看到这将死之人，嘎的一下说站就站起来。你妈微臣的意思是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阿荣，这面给这位黄员外。
黄员外，不错呀。麻烦店家上面吧。你稍等，姚荣把面塞给了女儿，去上面。贵客请慢用，不够您再叫。对了，这是咱们家的小菜，你也可以尝尝。说了句您慢用，便退了下去。怎么都不饿吗？自己去做了吃点吧。您确定皇上肋骨断了，这么大摇大摆的走出来吃面，没问题吗？我不是说了吗？肋骨是断了，但没错位，而且我都给他绑好了，放心吧，没问题。不过你说奇不奇怪啊？先前我摸着皇上的脉象，觉得虚浮的简直就要摸不到，可这一贴药下去，居然脉象就沉稳有力了。这廖大勇的药引子难道真就这么厉害？不应该呀，我都试过好几种动物了，起效也没见这么快呀。真是贼他娘的奇怪。那可不就是大廖的功劳，不然还能是什么？总觉得不对劲儿啊。皇上，您现在感觉怎么样？皇帝点点头，没有说话，继续沉浸在干面的快乐中。皇上，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这是回光返照？算了，还是不破坏皇帝干饭的心情吧。如果真的是回光返照，就让他吃顿饱饭再走吧。东家，来，您面够吗？不够我再赶一些。不过就是得等会儿。别整面条了，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鱼啊肉啊的，给黄员外单独做点吧，吃点好的好上路。人老了就看不得这样的，想想就伤心。我马上就要变寡妇了。还是燕儿体恤啊。有肉，羊肉、兔肉，这就给你们去做啊，晚上吃可以吧？不行。可以，不用急，这碗面足够我一顿的了，肉食晚上吃也行。行吧，那黄员外你坚强点儿。来了。您不是怎么会？谁干的？太子和皇后，一个弑父，一个弑夫，我差点就死在他们手里。倒是没想到太子殿下会这么狠心。微臣老奴不对，皇上您希望我叫啥呀？爱叫自己啥就叫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早就知道太子要弄死我？那倒也不是，老奴我就只知道太子给余王使了不少绊子，还制造了不少可以指证余王谋逆的假证。老奴，你又不是江阳，叫什么老奴啊？既然你知道太子给余王使绊子，怎么不跟我说呢？怎么是觉得我不配知道？本将军，你很威风吗？本将军。那您说我自称啥？随便呢。皇帝心海底针，老臣您可以理解为老臣，大臣的臣，别人听着可以是陈虎的陈，这样您满意了吗？行啊，随你就好。您说哪儿了？我不配知道二儿子要弄死大儿子。怎么的？这张御医给解了毒，原本暴躁的人就变得这么阴阳怪气了？这怕不是被解毒了，而是又被下了什么药啊？只有皇帝自己不知道吧？这样，这件事呢是崔成允那小子去查的，人也都是他一个个抓回来的，最后去外头查证的人也都是他的人。现在他在北山垭口跟蛮子干仗，老臣去把他换下来，让他清清楚楚、原原本本的把事儿跟您说一下。您看这样行吗？崔成允，皇帝还是你来接待吧。我老了，脾气也不好，经不起这样的阴阳怪气。也行，那朕就在此处等着他。另外，你这里还能调动多少人呢？前线现在轮换的有5万，保留2万做后备。老臣这里如果再要出兵，最多能有7万左右。粮草呢？去吧，先去把崔成允找来，再给朕找几个机灵的斥候来。我有事让他们去趟都城。出了食阁的陈虎便把正好从招聘现场回来的郑志明和等在食阁外头的夏兆峰拉到一边问：诸位贵客，你们准备怎么安顿呢？老夏，你家夫人做饭好吃，宅子也够大，要不……哎呀，那不是宋管事吗？宋管事，夏师爷有啥事儿啊？宋管事，你们家宅子里头是不是就你一个人住着？啥意思？这是准备嫁女儿了？目前就我一个管事，但是您放心，下人我已经买了4男4女，2个老妈子了。谁想来啊，都可以拎包入住，一点不用操心。田地里有俩庄头带弄。
哎，行，整挺好，那就让贵客住崔宅吧。夏师爷，你带着人先去休息呗。哎，好嘞。北安王府的马车很快就浩浩荡荡到了崔宅门口。你打起精神来啊！这几位身份虽然咱们不能说，但是我跟你讲，你们家崔大人见到刚才被簇拥着那位，都得磕3个响头。合着是咱们家祖宗呗？差不多，可能是咱们大荣朝的祖宗。行了，赶紧进去伺候祖宗们吧！啊，我先走了，有事隔壁找我。所以是那个夏师爷和郑志明救了我们。对，夏师爷功劳很大，来八方县的路上您差点就不行了，是他让您最后坚持到了八方县，而且那吴氏馆正好是他资助了于大夫开的。这个事情真的说来好像就是上天的安排。夏家从海利搬来这里的时候，带上了破产的于大夫，途中他们救了那个做您药引的廖大勇，而廖大勇恰巧又被张玉仪发现，然后您中的这个蛊毒，张玉仪判断极有可能就是把廖大勇赶出来的东家做的。还有这种事儿啊？不会又是什么圈套吧？如果真是圈套，夏师爷干嘛还救您啊？您不知道，为了给您找个大夫，郑统领说夏师爷连100丈的悬崖都是说跳就跳。夏师爷是个好人，之前您申斥儿子的抬高粮价的事儿，就是夏师爷父女跟郑志明谋划的。这事儿虽说大粮商没赚到钱，伤了他们的利，但是宿州和西州的老百姓因此获利颇多。您身体好了，可以在八方县转转。他们还从南边带来了什么土豆种，如今这里的大部分人家都靠着夏师爷弄来的粮食和他们家那个富丰庄种的土豆活着呢。皇太孙可爱吃他们家夫人做的糕点了，能做这么好吃糕点的女人，肯定是个好人。此人倒是颇有胸怀。是，一路上吃喝都是他在打点，这人心思细，人也踏实，还会做饭。皇太孙和母妃都是靠他的蛋花汤撑了一路。哎，你脑子里除了吃还有什么呀？还有父皇的安危啊！行了，我头疼，你们下去吧，去瞧瞧崔成云怎么还没来，再把张御医给我叫进来。哎，吃饱了喝足了，是时候该上路了。不行，我还有事没办完，我得活着。廖大勇，去把廖大勇找来。皇上这脉象很奥妙啊。您实话实说吧，真可惜，皇帝这就要走了，到了也没吃上一口肉啊。据说隔壁羊都宰上了。说吧，我还能活多久？这个老臣也很难说呀。一般来说，脉象分4类，24脉，可您这脉象，老臣行医50年，实属没见过呀。这毒好似解了，却又好像增强了。您这体魄好似躁郁，却又好像阴虚呀。怎么形容呢？就像那麻绳，几股麻绳扭在一起，毒解了却没解完，气息虚弱，却又只是一时，就像是几股不同的力量在您的身体里时不时地占领上风。不用谢。你是说我不仅仅只是中毒？有没有一种可能，您吃过1000年的老参，10000年的灵芝？我一般不吃这些东西，宫中也奉行节俭，那就奇怪了。这样，老臣再给您开一贴药试试，看能不能平衡一下您体内的状态。等药的间隙，皇帝还让柴武拿了笔墨和小机子，写了几份书案，然后又从自己的发髻里头掏出一个玉玺，咔咔盖章。皇上，您这玉玺藏的还真是一般人想不到啊。你刚才是不是笑我穷酸啊？怎么可能呢？皇上，您的魅力跟穷富无关，您威仪天下，气质卓然，刚才为啥忍不住笑呢？行了，外头瞧瞧去，孩子们都安顿好了没？怎么朕听到吵吵闹闹的声音呢？当燕飞走出主院的时候，也的确听到了有吵嚷声从东侧的小院传出来。你过来，怎么了这是？那边是什么地方？在吵嚷什么呢？回贵人话，那边是咱们家厨院，张大夫想跟大廖那里再要点血做引子，于大夫不准，2位就吵吵起来了。于大夫意思是让大廖再缓个1天2天，不然取血取多了，怕他伤了身体，以后便帮不了贵人了。张御医却说他有补血良药，立竿见影，保证吃下去了，再怎么取血都不会伤身体。知道了，
你忙去吧，你去问问那个宋管事，哪有卖猪肝猪血的，让他去买一些给那大料，咱们别的干不了，这些东西总要给预备些。找了半天，最后他在大院的门外找到了宋管事。大崔，你忙自己的去吧。姑娘，走吧，你不是要猪血猪肝吗？我带你去买猪去。啊，这里没有单卖猪血猪肝的吗？那可不，咱这儿穷着呢，不是逢年过节，很少有人买猪肉的，除非是有大的节日啥的，才会有人杀了猪卖。这会儿想吃猪肉啊，就得去买整头猪。不过现在家里人多，没事儿，咱们就去买头猪去。姑娘，你见过杀猪吗？没有。走，叔叔带你去见识见识去。自从年28吃过年夜饭之后，夏崔二人就再没见过面，一晃眼也有1个来月了。瘦了，不过更成熟了，还有男人味儿。你这意思是不是我又老又有味儿啊？没有，说的是实话。在前线辛苦了，一会儿上家里去，让你容易给你好好补补。不辛苦，每天都能吃到你们做的干粮，做得很好。实不相瞒，之前我倒是还会上手揉吧揉吧面团，不过现在这活都是富贵和摇钱树的了，咱已经退居幕后了。啊，怪不得这些天吃着干粮没之前的好吃了。谈恋爱好快乐呀，怎么回事啊？前线情况如何？咱们有多少胜算呀？你放心，后方咱们这些日子就会开始安排种土豆了，粮食肯定给你们供应上。对了，开春了我还能种玉米，等有了玉米我给你专供。别太辛苦了，军户咱们就有1万呢，有什么粮食种子你愿意分享的话，可以让他们种。也行，那土豆也让军户多种一些。不过玉米这个质量还不稳定，等我培育出稳定质量的，再给他们种子。赶紧的说说，前线如何？死伤当然有，但是咱们还是占了较大的优势的。这场战争已经拖成了持久战，后头还得看军备和粮草。皇帝如果身体好起来的话，对咱们肃州和肃北军都是好消息吧？若是皇上轰势在肃州，对2位王爷和陈将军都不利。我也这么想。走吧，我给皇上他们带了我娘才煮好的羊汤，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那我也要喝一碗。我娘给我留了1小锅，回去都给你。进得主院一声声响，夹杂着几句骂骂咧咧的话语。这汤要不还是您送进去吧，这是贵人特地嘱咐要的羊汤，可千万别洒了啊。柴武不想进去，也得硬着头皮接了托盘进了屋子。皇上，燕妃娘娘让人特地煮的羊肉汤好了，您现在用吗？不喝，拿下去。皇上，您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生气，因为生气没用。您现在须得保重龙体，因为只有您活着，肃北军才能活着，陈将军、余王、北安王才能活着，家父、丞相、外头的世子、皇太孙才能活着。他们绝对不能因为真心的爱戴您，就必须去死。所以这汤您必须喝。唉，你说话比你大哥还难听，看在你大哥的份上，我就不怪罪你了。说完便舀了一勺羊汤，呼噜呼噜喝了起来。等皇帝喝完了汤，崔成允继续刚才2人说的话题。人证物证皆在北营，皇上若是不信，等身体好了，自己亲自替人审问。不必了，既然都调查清楚了，也都处置妥当，就先这样。都城我是一定要回的，不过不是现在。之前让陈虎准备的伺候都准备好了吗？夹缝中求生存的皇帝把写好的几封信交给了崔成允，然后叮嘱了他一些事儿。崔成允便退了出去。待皇帝穿好鞋子，整理好衣服出门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才把药煎好的张御医。您这又感觉不错了？还行吧，比刚才好些。1碗羊肉汤下肚，舒畅了不少。老陈能不能给您把个脉啊？奇怪，刚才看着还萎靡不振的一个人，这会儿怎么一下子就恢复了精气神了又？这真是撞了鬼了呀！爸爸，赶紧的，别耽误我去看孩子。这什么玩意儿啊？于是也不问皇帝愿不愿意，直接换了一个手把脉。这大胆，到底又怎么了？你倒是说呀！好了，什么叫好了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你在怀疑什么呀？怀疑自己的医术吗？不，我是怀疑这个世界可能是虚构的。皇帝怒斥一声荒谬，便转身往后头走了。张御医啊，你是不是最近没睡好啊？要不你去休息会儿吧。5日后，都城大朝会不开，难道郑丞相就要一直这么封锁皇上的消息吗？殿下莫急，皇上说不定遇上了什么事儿，耽搁了行程。微臣已经派了1队亲卫
去往西周了，相信不日就能有确切消息。皇上福泽深厚，定能化险为夷，安全回都城的。本宫自然也希望父皇没事，但是禁军柯统领的军报却说西周虞王谋逆，亲手刺杀了父皇。怀抱希望自然没错，可本宫对禁军的话也不得不有所考量。老臣不信皇上轰事的消息，更不信虞王的谋逆。如今咱们皇上没见着，说是虞王谋逆，可这都多久了？别说人了，连虞王的消息一点都没有。老臣为官50多年，也曾是大戎朝的探花郎，熟读史书，平日也看杂技，就从未听说过哪个逆王能够谋逆的连个影子都找不着的。可皇上一队人马确实是在西周不见的踪影。殿下，微臣认为如今就该调派人手去宿州查个清楚，看叛王有没有躲在宿州。殿下，万万使不得呀！如今肃北军正在前头跟北蛮交火，咱们不去支援肃北军，反而还要去宿州捣乱，到时延误了战机，谁担待呀？韩尚书，那你说怎么办？既然是柯统领护送皇上半道出事的，那就让柯统领带人把西周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人给找出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若说虞王谋逆，便拿出人证物证了。若真有板上钉钉的证据，那老臣必会替皇上讨回公道。会有的，本宫已经调派了人手去西周调查这件事，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可国不能一日无君呐！谁说无君呢？咱们的君上不就是庆坤帝吗？怎么就叫无君了？不像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在诅咒皇上吗？我什么时候诅咒皇上了？太子殿下，老臣的意思是，如今皇上下落不明，您得担负起国家社稷的重任呐！好你个左副相！太子殿下平日兢兢业业，为大戎为百姓做了多少事，咱们都是看得到的。你这会儿还让殿下担负重任，怎么？你的意思是，太子平时没担待吗？你这是污蔑呀！老臣为殿下叫屈呀！奉先侯所言极是，左辅相借着劝谏的名号，实则是在指责殿下之前因身体抱恙而无法承担起太子之责。如此阴阳怪气，实在非君子所为。景南阁虽然不比大殿，但也是一个议政论政的重要场所，岂能让这种阴阳怪气的风气所污染？鸿胪寺何在？来人，把副丞相给我插出去！谁敢？郑志渊，你个老贼，你敢动我一下试试？骂谁？你疯了？你骂郑丞相老贼？你是什么东西？你敢打我？我是什么东西？我是大戎朝所有学子的老师，我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停下，都给朕停下！吵闹的场面瞬间安静。太子刚才自称什么？太子刚才说停下，都真的停下吗？微臣想呢，太子也不会称自己为朕，不然皇上这会儿正失踪，殿下又特别确认皇上轰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殿下做了什么手脚呢。崔继久，你对本宫是否不满？是啊，老臣就是不满。皇上失踪，您不着急着人去寻找，天天盯着郑丞相确认皇上已经薨逝，是何缘故？作为一个辅佐过皇上且被皇上指定为议事大臣的老臣，确实对殿下的行为非常的疑惑且不满。崔继久误会了，本宫只是心焦，屡次催促郑丞相公布父皇的消息，也是想让消息流动的快一些，这样也许找到父皇的希望就更大一些。想来还是本宫太心焦了，办事才会有些冲动，的确是略有欠妥了。不过寻找父皇下落的事情也不会就此停止，本宫相信不日一定会找到父皇的。殿下定会心想事成。其余朝臣也都跟着喊了一句。太子也没什么多余的心思，继续讨论完这事儿，便挥了袖子，就让众人都散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父皇的尸首和渔网的尸首，而不是跟这些老油条逞口舌之快。崔景山崔家，还有郑志渊郑家，本宫总有一天要让你们跪拜在本宫的脚下，走着瞧。太子回到宫中，喝完了汤药，就听下头来报说柳先生回来了。怎么说？东西找到了吗？没有，找遍了西周境内我们布置的节点，东西全都给打扫干净了。我那好大哥倒是惯会扮猪吃老虎，以为他是个蠢的。倒是本宫小看他了。父皇找得如何了？
之前安排在去宿州的路上突然消失的一队人马有了些踪迹眉目，应该是被人杀了，然后又做了掩饰。如此看来，皇上若是已经薨了，那尸首应该就在宿州，余王应该也在宿州。殿下，您现在要尽快做出决断，不然北安王和余王本就走得近，苏州还有陈虎的20万大军，万一他们联起手来，那咱们这里怕什么？只要你确定父皇肯定是薨了，那本宫就是唯一的皇位继承者，是正统。只要把父皇的尸首运回都城，那本宫继位，名正言顺。都城10万禁军，就不单单只有柯永宁带出去的1万能为我们所用。不过，即便禁军那里，本宫调配不了全部兵力，但是福建那里，母后已经通知他们了。到时候，谢家军会直奔宿州，北安王和陈虎让谢家军进城，就免了麻烦。如若不让，那他们便就是叛王帮凶。谢家军会替本宫把他们就地正法。宿州，张御医，皇上这到底是怎么了？这都昏睡2日了，是不是这毒没有解，用的药不对呀？这都不行。老臣如果说皇上的身体正在渐渐康复中，而且这毒起码解了1多半了，您信吗？您说呢？这都昏睡整整2天了，你让我怎么跟余王还有北安王交代啊？您别看皇上现在人没醒，可这脉搏比之前平稳了很多，虽然还是有些滞涩，但明显这心脉已经起来了，在老夫的调理下，不日应该就可以康复的。可人不行，光身子康复了也不行啊。老夫才疏学浅，也实在是没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咱们这儿有个算命瞎子，要不然让他来给皇上算一卦。张御医，您在这肃北京待的真是越来越不像个大夫了。哎呦，怎么都在啊？是等着啥呢？小酥肉，一会儿儿媳替您尝尝。不用。今日你们都去拜见过皇上了吗？早上请过安了。皇上昏迷前还惦记着小太孙呢，这会儿张御医也说不准皇上什么时候能醒，你们俩带着小太孙给皇上多去请安，叫他，或许有用啊。可是娃还不会说话呢。不会说话总会哼唧吧，皇上只要听个声响就行，赶紧去吧，一会儿去了回来再吃这什么小酥肉。于王妃和世子妃只得带着孩子跑去给睡觉的皇帝请安了。这肉啊，宋管事买了不少呢，还多着呢，不必这般支开他们啊。不过您可不能吃太多，这油炸的东西吃多了不消化。嗨，拿他们打趣而已，果然府里多闷得慌。这崔成云也真是的，老大不小的人了，府中居然也没个媳妇孩子，想打叶子牌都凑不齐人。对了，你家那穿得跟个兔子似的女儿呢？今天怎么不见她跟来啊？去北营给他弟弟送东西去了，他弟也在北营当兵。哟，那咱们可真是同类人。我儿子也在前头打仗呢，也不知道这仗打得怎么样了，怪操心的啊。民妇不敢当，不过若是您真的觉得无聊的话，其实可以去咱们县城里转转。咱们县城虽然小得很，不过女学、慈济堂、女工作坊都是有的，您可以去随便看看。呀，那倒是不错。夏家娘子，你赶紧的，小酥肉给上一份，着急出门呢。那要不让民妇母亲给您做个陪客，那就更好了。北营，喏，娘给你准备的烀肉和虎皮蛋，这里头2盒子，一盒你让人送去给大崔哈，别忘了。那娉婷的呢？呀，倒是没准备，要不你自己的给他也行。我这就算是吃完了，服了你了。喏，这个是给陈将军的，这个是给娉婷的。为什么他们的是我们的2倍啊？人家不还有2王爷1世子要招待吗？估计进肚子里的还没你跟大崔多呢。行了，别抱怨了，说说那个汽油弹搞得怎么样了？你是特地问这个来的吧？不是，是给你送我满满的关爱来的。能不能好好说话了？还让不让人吃饭了？那你不是白问吗？赶紧的回答。你猜。嘿嘿。夏安阳说完，迅速拎着几大盒的吃食，嘎嘎嘎嘎嘎嘎，跟只大白鹅似的跑进了北营。你不回来，我把你放我那的破烂全部都给扔掉，你有胆就试试。那个应该没问题，明天您估计就能听个响了。我这东西可别扔了啊，都有大用处。走了啊。臭小子！2位小老太太在崔宅门口第一次见面，姚蓉热情地给2人互相介绍了下。贵人，这位是我的母亲姚和氏。娘，
这位是本人是崔家旧友，最近就住崔宅了。老姐姐，咱们做个伴，出去逛逛呗。我今年53了，您叫我老婶子也不是不行啊。那婶子瞧着我能有几岁呀？哟，那我可说不好，瞧着比咱们家阿荣大一些吧，能有个37、8。哎呦，婶子真爱开玩笑呀！我今年都40了。40？娘娘好大的胆子呀！这里的庄稼人怎么也跟都城贵妇似的，一点都不实在，简直了。行了，阿荣妹子你忙去吧，我有婶子陪着就行了。对了，刚才我炸物吃的多了些，晚上给我准备一点清淡的粥和小菜就行了，有劳你了。啊？怎么着啊？我这就成了他们的厨娘了？这工钱谁付啊？见女儿来了，姚荣赶忙朝她招手：“来，娘找你帮个忙。”啥忙？我还得去趟县城呢，我魏宅没人看着不是个事儿。急啥？不是有元娘的吗？去把门关上。干嘛？你别想对我耍流氓啊！胡说八道什么呀？赶紧的，去空间里头摘点菠菜、黄瓜啥的。哦，对了，最好还有点小葱啊。再要点儿。我还没说完呢。进了空间的夏安如看着满空间东一堆西一摊的蔬菜瓜果，边摘边嘀咕：真当我是菜市场了？哟，这瓜长得好像高老师啊！摘了呀，这么长一根枪豆啊！摘了，回去给豆子当绳子跳。这大冬天的，他们哪儿弄来的黄瓜？还有翠绿的菠菜和韭菜，瞧瞧，居然还有这豆角，这不是夏天的吗？也是哈，还是新鲜的，脆身得很。他们这是哪种的？这天冷的，外头地里感觉还没化冻呢。肯定是宋管事去哪儿给找来的嘛，估计他们哪里有温室吧。崔家也是名门世家，要啥没有啊？咱们虽然身份高，但是好歹也是客，问太多了也不太好。照母妃刚才那么说来，这八方县倒是很有些气候啊。可不是，我就说郑家出不了孬人，这粥才像话嘛。刚才那叫啥呀？刷锅水都比慈济堂的粥厚一点。对了，你们俩有钱的话都捐点给那慈济堂吧，八方县也不容易。咱们哪有钱呀？王府都不知道还在不在，出来的时候连张银票都没带。要不让宋管事帮我去把这镯子当了吧？典当了去做善事，你还真是……算了，等老小回来，让他上家取点钱来吧，你们就蹭吃蹭喝，好生待着吧。母妃，其实儿媳还有一笔银子存在了银楼里，太平城应该有那银楼的分号。我也要脸面的好不好？什么叫做蹭吃蹭喝啊？我们余王府再穷，骨气还是有的。你不是说没带银票吗？不用银票，只要印章。放的利钱啊！这位常年住在宫里，可怎么什么事都知道啊？余王妃老脸一红，想解释点什么，却又哼哼唧唧说不出话来。行了，别哼唧了，明天让宋管事去把你那钱取出来，以后就别放了。你们余王府都人去楼空了，到时候别收不回来，那就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走出饭厅，子清跟小老太太说：娘娘，有个事儿您得知晓一下。你说。咱们也没钱了。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奴婢在那慈济堂不是死死压着钱袋子，您老人家不是非要捐钱给人家吗？你说这会儿你却要回来，算了，丢不起那人。没事，一会儿问问柴武，皇上身边应该有钱。可惜令燕妃失望的是，皇帝从来不过手钱，柴武倒是带了，可大部分都遗留在了西周余王府了。够了吧？那要不问两位王爷要点吗？可刚才娘娘说余王妃他们蹭吃蹭喝耶，这转过头来不好吧？暂且就先这样吧，让娘娘略微忍一忍。反正咱们吃喝都不花钱，等明日江公公来了，我让他想想办法。也行。此时北山垭口的一大波人同样也没休息。怎么样？安阳行不行？应该可以。一会儿我把弹药背上去，等光线允许了，咱们能看到大营，校准了方向，那就可以放了。好得很，快点通知中县南县，一会儿咱们放炮，让他们不要惊慌，不要擅自出去探查，做好防御，北蛮一定会疯狂反扑的。好，各单位注意，咱们一会儿要放炮，莫要惊慌啊，做好防御，北营集结人手，随时等候调令。结束。然后
从对讲机里传出了中线收到，南线收到，北营收到。即便已经见识了很多次，渔王他们依旧非常的惊奇。蹲在山头一夜的崔成允拿起望远镜，调整好倍数，仔细辨别。看好了啊！烧光北蛮的粮草，看他们还能挺多久？哎呀，老天保佑啊！可一定得炸呀！菩萨如来、玉皇大帝、东海龙王，保佑保佑啊！你们之前没试射吗？试了，普通的油炸膛。您大哥弄的那个油料就试了一次，离成功就差那么一点点。后来虽然改了设计，但是怕燃料不够，放的是空弹。不过姐夫你放心，咱们这回做了3颗弹，怎么着都得炸1颗。没事，别怕，放大胆的试，哪怕不成，打草惊蛇了。北蛮现在发动总攻，总比陈将军调出兵力之后，他们再发动总攻来得强。好，那来吧，准备好了吗？夏安阳问缩在底下，因为激动而有点微微发抖的他的科研好伙伴王平。万一这东西要是不成，咱们会被砍头的吧？哎，大哥，别墨迹了，成不成？就这一哆嗦了。你的命我保了，放心吧。好。心一横，拉开了手里的火折子，往发射筒的引线上一点，然后大喊一声躲避。可等了约莫有2-3分钟，什么都没听到。安阳，继续，好。又是一声砰，弹药飞了出去，可依旧没有等来苏北军想听到的那声巨大的响声。在哨所等消息的陈虎等人正纳闷呢，怎么回事？夏安阳的火炮被尿滋了吗？哎，再等等，别急，也许还在调试阶段。北蛮营地，这是咕噜咕噜吗？正当他疑惑不已的时候，耳边忽然出来一声巨响，轰隆隆隆隆，惊天动地，火光四溅。紧接着这声巨响之后，又有2声巨响在北蛮营地炸开，营地瞬间乱成一团。好样的，回去跟你姐好好讨赏。苏北军也得赏，再怎么样做出此等大杀器，我爹再穷都得赏个1800两的。咱这是成功了吧？我操，居然真能炸呀！嘿，成功了，耶！才起床就到皇帝房间探望的燕飞也听到了北山那里传来的一声巨响。走，赶紧瞧瞧去，是不是北蛮炸山了？这群蛮子真是要死！哎呦，子清，快去瞧瞧，皇上好像轰了呀！皇帝那眼睛瞪的可老吓人了，这一看就是死不瞑目啊！轰你个口吐芬芳的！哎，真睡了一晚啊！外头是炸雷了吗？这才1月底，怎么就有雷啊？这都是出了什么事儿了？你真是越老越没个样子，怎么的？我醒了你不满意啊？您已经睡了整整3、4天了，3天还是4天来着？哎，不管了。张月义想尽了办法都没能让您苏醒过来，所以妾以为您那啥了。醒了就好，醒了就好，阿弥陀佛，菩萨保佑。2人说了没几句，打探消息的柴武就来了。皇上，您醒了呀！皇上，您终于醒了。奴才这几日简直是……先别说这些，外头出什么事了？打听清楚了吗？回皇上，燕妃娘娘，刚才隔壁副封庄来说了，这大概率是苏北军新造的火炮搞出来的动静。夏侍医和宋管事已经去北营打听去了。您稍等片刻，要不奴才给您去端碗粥来。您这都好几天没吃了。先不用了。想下床，就听门外一声惨叫：“哎，万万不可！您在床上久躺不动，万不可随意下床啊！老夫先给您把个脉，确定没有哪里淤血阻滞，您才能下地。”缪大夫先给皇帝把了左手，然后换了右手，再换左手，再来右手。哎，怎么，我这是没脉搏了吗？你把了老半天，把不出个所以然来。皇上如何？这醒都醒了，应该没事了吧？您现在感觉如何呀？人可觉得疲累？累，头晕胸闷，乏力，呼吸不过来，腹部有些胀痛。您现在气血两虚呀！哎，稍等，老夫去就来。您躺着别动啊！这啥情况？那位爷的脉象怎么比昏迷的时候还严重了呢？好在虽然脉象虚浮，但是生命危险却是没了。好好调养些时日，估计能把身上的毒全解了。缪大夫走到半道，还抓到了想要把一碟子猪肝偷偷倒在花园里的大廖。大廖，
你干嘛呀？这猪肝怎么不吃啊？不吃怎么补血呀？我吃不下呀。你试试1天3顿，每顿不是猪血就是猪肝，我实在是顶不住了呀。不是大亮，你听我说，那位贵人啊已经醒了啊。那我先走了啊。哎，你回来，没张玉一手啃，你哪里走得了啊？外头那些看门的，一个个手里的刀有1米多长呢。走走走，跟我来，不要怕，老夫给你把个脉啊！不用了，我挺好的。那厨园还有3碟子猪肝没吃呢，我得吃去。哎呀，别怕嘛，随我来，我保证不会伤害你的。哎呦，不要啊！你放开，不要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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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克马赛克马赛克！北蛮营地里，这样的嘶吼声已经持续了整整半个时辰。大将军，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愤怒，而是趁着士兵们怒火中烧，对大荣军恨意十足的时候，组织一次快速反击啊！我们的粮草最多只能撑得了3天，今日再一战之后就必须撤退了，否则大军可能走不回永泽湖啊！去，给本大将把5位指挥使都喊来。今天日落之后，就是我王军血洗北山垭口之时。那莫名其妙的太阳，改时间，天黑之前，王军进攻北山垭口。去，喊人！大将军的计策果然跟他的肠子一样，张嘴就能看到定眼，绝了！哎呀，一会儿我先去吃个饱饭，上路嘛，可不能做个饿死鬼。将军，前线已做好布防，但等北蛮送上门来了。嘿，很好，好得很。这回咱们直接干掉北蛮王军剩下的兵力，他们想要再攻打大荣，估计3、5年内是绝对不可能的了。2位王爷，您2位跟着老臣吧。啊，崔要带队负责主攻，比较危险。不，身为大荣朝的王爷，本王自然要为国效力。本王与崔参将同战。皇兄你呢？我他妈有的选吗？做决定之前，不会先问问你大哥吗？哦，对，皇帝说的没错，本王与崔参将同战。陈虎以为北蛮好歹得等到晚上夜黑风高之时才会进攻，没想到才整肃好队伍，就听山头上响起了号角声。什么玩意儿？这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居然赶着来送死！5义73左路，蒋正孙自立右路，2位王爷与微臣中路迎击北蛮主力，走！说完，他抽出长刀，加了马腹，率先冲了出去。兄弟，保重！兄弟，保重！双方的战鼓雷动，号角嘶鸣，战场上很快就传出了此起彼伏的喊杀声与兵刃相接的铿锵之声。快快快，备车！崔晨宇重伤，即刻送去崔宅，给我1匹马，我去北营接张玉一。大小姐，我去接张玉一。齐三二话不说，骑着马就冲了出去。车呢？咱们现在就走。我去找车。你们不能走，前头战场还要打扫，我去吧。没多时，他就带着1辆马车和他老爹来了。让张玉一救活他，不然我陈虎弄死他。再不敢多耽搁时间的2人，一个驾着马车，一个抱着人坐进了车厢，朝八方县飞奔而去。让各位还活着的指挥使即刻集结，打扫战场，没死的都给老子活捉，死了的都补足3刀。底下的护卫应了声是，便匆匆往后跑去。陈将军，我想跟指挥使一起去打扫战场。皇兄，皇兄，父亲，叔父，你们还活着？老子上战场没死，山崩没死，差点被你小叔给害死。我说搀你搀你，你偏不要，都多少岁了，还在死犟死犟。哎呀，得了，都别逼逼了，活着就赶紧去哨所待着。去，狮子，你不去前头继续作战了吗？这我爹哪怕早滚下来一口茶的时间呢。去。老实说，我也很尊敬陈将军，不是怕，是尊敬。娉婷，再快点！哎呀，早知道就用我爹的马了，这马啥玩意儿啊？怎么再使劲抽都跑不动啊？正当陈娉婷准备亲自上马，骑了加速试试的时候，看到远处跑来了1人1马。安如，夏安如，是你吗？是我，娉婷，谁受伤了？崔晨宇重伤，重伤！夏安如一下乐了马绳，没事的，夏安如，你别怕，有你在，大崔不会死的，他绝对不会死的。娉婷，我要上车，你让我上车。好，还活着吗？不
要死，不要死！应该还活着。没耽搁多久，他就拿着一个长嘴的茶壶出来了。不管，先喂了再说。大崔，别怕，我来了，我来救你了。你张一下嘴。可水顺着崔成允的嘴角全部漏了出来。子健，你不是让我叫你子健吗？我叫了，你醒醒啊！听话，把水喝了好不好？你喝了，我每天都叫你子健好不好？求求你了，你喝水，你只要喝下去一点点，我保证以后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再打了好看的毛衣给你好吗？子健，你别怕，我来救你了，你回应我一下，求你了，子健。哎呀，怎么办？他不喝。子健，你等我，我马上回来。见崔成允喝不进去水，夏安如干脆从空间里拎出了整整一桶水。这天太冷了，你别冲动。七三已经去接张雨衣了，兴许还有办法。你在说什么东西啊？你不是准备给他洗澡吗？轻叹一声，然后咕嘟一下喝了一大口水。他含着一口水，凑到崔成允嘴边，思考了1秒，直接就贴了上去。夏安阳忍不住啊了一声，然后赶忙闭上眼睛。我是万万没想到，我居然目睹了老姐跟姐夫的第一次亲嘴。虽然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我这脸好像真的很红啊。夏安如反复试了好多次，非但没把水喂进去，反而自己喝了一肚子的水。崔成宇，今天这水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哎呀，你到底行不行啊？接吻都不会啊？他不张嘴，你用舌头撬吗？我不会，你就会了。你先，你来。不是你恶不恶心啊？你赶紧想想办法，这水再灌不进去，到了崔宅他更没机会了。哎，要不咱把他下巴卸了？行了，下巴卸了，他没有知觉，不咽有啥用啊？他闭上眼睛，开始慢慢回忆起他的隐藏文件夹。有了，夏安阳，闭眼睛。你想干嘛？那你看吧。吓得夏安阳再次死死闭上了眼睛。我不好意思了，低下了头，朝着崔成允的耳朵 kiss 了过去。在啃了人家耳垂一会儿之后，夏安如重新含了一口水，再次贴上了崔成允的嘴唇。好家伙，为什么感觉牙关咬得更紧了，连呼吸都好像急促了起来？不行不行。夏安如调整了呼吸，闭上了双眼，开始慢慢的、温柔的咬紧的牙关，似乎有了一些松懈的迹象。夏安如继续放缓了动作，一口水喂了能有5-6分钟。怎么样，可以了吗？再试试。说完，夏安如又喝了一大口水，再次低下了头。噌，一道闪电在夏安如脑袋瓜里炸开，崔成允突然给了他回应，吓得夏安如身子往后退了一下，一屁股坐在了车厢地板上。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他壶，水壶，捡起了地上的水壶，猛灌了一壶，然后对准崔成允的嘴就给他往下灌。饶了我吧，我错了。不行，你再多喝点水。算了，这水也不能多喝。等我好了，我们就成亲吧。你个王八蛋，你可是吓死我了。崔成宇，你一路走好，安如我会照顾好的。一路飞奔回了崔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是不是很痛啊？你忍着点儿，张玉一估计已经到崔宅了。没事儿，不疼啊，别哭。不疼才有鬼呢。哎呀，你知道还问啥呀？你试试肚子上插把刀疼不疼？哎，莫要胡说。大哥，你别动啊！你才止了血，我可跟你说啊，万一你有个万一，那我就投范一提当姑子去。要是我孤独终老，那就肯定是你害的。不会的，放心。崔大人来了，张雨衣赶紧准备。哎呀，死了吧！一天天的被这些人折磨，不活了。怎么是你？我去北营路上遇到他们的。
怎么是你？我去扔炸弹，正好看见姐夫受重伤。怎么样？崔成远肯定没死，对不对？马车上缓了一口气，后续得看张玉一的了。你这手是怎么个意思？嗨，抽筋了。我从北山一路抱着姐夫到这儿，好家伙，那身甲胄再加上我姐夫的体重，恐怕得有小300斤。怎么样，大哥这臂力还可以的吧？安阳，你这不行啊，才这点重手就抽筋了，那改天怎么学刀啊？一把好刀起码要上100斤，你怕是抡几下就不行了呀？那就不练刀了。我想好了，以后就研究火炮，待我事成之日，就是肃北军扫平北蛮之时。好，这才有点我大容男儿的气魄。大叔，您是哪位啊？见了皇上还不跪？怎么的呀？皇帝就长这样，就不高大也不威猛，就是看着挺敦实。鱼王相爹没跑了。哎，不用那些虚礼，在我这里我就是皇员外。崔成允如何了？回皇是员外的话，崔大人伤势严重，张御医正给他看诊清创呢，具体如何还得等张御医出来之后再说。蒋公公，你赶紧去一趟太平城，跟北安王妃要一点上好的人参、灵芝、鹿茸什么的来，以备不时之需。你也一起去，我有事要交代给你。夏师爷，你陪郑志明跑一趟。你是夏师爷的儿子对吧？我是。哎呀，我你个大头鬼，草民！既然你有目标，就大胆去办。如果需要什么东西，你可以直接问陈虎要。年轻人有想法，大荣才有希望。男人做事切莫畏首畏尾。说完，皇帝便甩了衣袖，转身走进了正屋。夏兆峰和江阳、郑志明几个赶忙跟了进去。真是虎父无犬女，陈小姐看着好生威猛，不错，真不错。娘娘也很厉害，能陪着皇上从西周全身而退，臣女佩服。臣女奶奶经常说，女子本弱，遇强则强。娘娘给了臣女最好的示范。可燕妃却再次表达了对陈娉婷的喜爱和对陈老夫人的欣赏，还说要不是自己就鱼王那么一个儿子，她都想向陈家求亲了。我有意中人了。他有对象了。我懂了，倒是般配得很，不错不错。此时东厢房内充斥着浓重的血腥味和药味。崔大人，你忍一忍啊，老夫先把你背后的伤处理一下，一会儿就能躺下了。崔成允嗯了一声，只静静依偎在夏安如的怀中。安如哪里不舒服吗？正在给崔成允清创的张御医也皱着眉头，一声不吭。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的魂。没事的，后背的伤还好，不是很重，疼的话你就咬我的手，张御医很快就能够处理好了。哎呀，行了，哎呦，我了个天哪！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吧，真是。缪大夫，汤药煮好了，赶紧放水里兑一兑，咱们赶紧的处理好了就走，让这小两口腻歪去吧。我是真受不了了呀。崔成允闭着眼睛，依靠在夏安如怀里，呵呵憨笑两声。哪里腻歪了？哭都不准的吗？老大夫，你真是太不讲道理了。大崔，快点好了，咱们自己出去玩，谁都不带。好，谁都不带。哎呦，我天哪！说了闭嘴，都给老夫闭嘴！好凶啊，张御医！别怕，我在。张御医骂骂咧咧的给崔成允处理完了背后的伤口。夏安如数着，估计缝了能有30来针。后背好了，你俩可以别搂着了，赶紧的平躺下。这肚子上的刀总不能一直这么戳着吧？夏安如小心翼翼地扶着崔成允躺到了床上。你不走吗？我不走影响您吗？这影响是不影响，就是你们还没成亲呢。这个啊，大崔介意吗？不，又不是第一次被他看到。再说了，以后成了亲不也是天天看吗？有什么好介意的？瞧，他都不介意，又不是我脱，那我更不介意了。崔成允腹部的刀伤渐渐暴露在了冰冷的空气中，伤势真的非常重。缪大夫，你来看看崔大人这病症，咱们下一步该如何走啊？缪大夫一脸茫然地走上前，看了张御医2眼。您把帕子给我，我再去给盆里加一点热水。张御医啊，这要不你来吧？很怪吧？他这跟皇上之前有点像啊，脉息时强时弱，
瞬息之间都在变化。可他伤得那么重，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起伏呢？对，我也不懂啊，这人的脉象怎么会这么乱？咱们这怎么下药啊？用啥呀？这样，咱们先给他稳住心脉，敛血补气。那刀太凶险了，我一个人不行，等下我取刀，你下针给他止血，可以吧？行是行，就是这6棱刀创面极大呀，能不能止住血，我不能保证啊。我也保不了他是死是活，但是总不能不拔刀啊。就这么着吧，我瞧他的命还挺大的，伤成这样也没死。张御医说完，便拿了纸笔，开了单子，交给了缪大夫，让他先去把药拿来。也没等多久，缪大夫就把药抓来了。慢，先让大崔喝口水。已经发觉这个水肯定不是普通水的崔成允，二话没说，直接就干了。什么毛病？没想到崔大人还有言听计从的这一天。可是吧，你这人也是怪得很呢，对别人没话说，对夏姑娘倒是挺能说的。下针吧，疼也忍着啊，想有命娶媳妇儿就切莫乱动。这句倒是愿意回哈。药好了吗？来了，烫死了！你醒着啊？那正好喝药，我给你吹吹啊。太烫，你让2位大夫拿便是了。缪大夫听见没？下次主动点儿。您轻点啊，大崔伤得重，您前头按重了，他后头说不定就出血了。我懂还是你懂啊？要不你来？您懂，您来，我就是小小的提醒您一下。没事儿，不疼，你把药给我吧。我喂你。然后一抬头，迎上了崔成允似笑非笑的眸子。就是正常的喂。这啥意思啊？你为啥脸红啊？不是喂药吗？您老累不累啊？歇一歇吧。嘴，你给他喂过药了？喂的什么药？哎呀，您老是该歇一歇了。这嘴不动是不是看不了病呢？走吧，皇上那里您也去瞧瞧。所以你之前给我喝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水吧？没错，如果没喝那个水的话，我这会儿估计已经削发为尼了。不过这几天你可能都会睡不着觉，但是再过几天你可能会睡上几天几夜。那个水就是这样的，会把你几天内的体内能量全部都激发在1-2天里面迸发，但是后头你用掉的能量还是得靠睡眠补回来的。提前透支？对，类似这种功效。我外公第一次喝了1碗水，后头3天3夜没睡觉。你喝了约莫有1大桶，刚才擦洗伤口也用了，拔刀前还加了1碗。这么算下来，难道后头要睡1个月？那你这些天把我喂得饱一点，不然我怕自己1个月不吃不喝得饿死。没事，到时候我给你喂流食。不过这些天的确得好好补，储存一点能量。看的可满意？不错，挺满意的。如果少受一点伤就更满意了。行，以后尽量。不过现在你得帮我叫安阳进来。叫他干嘛？你现在身负重伤，军中的事情可别再管了。没有，我让安阳帮个忙。怎么看不上我了还？有啥事儿你说，我肯定给你办到。我要小姐。大崔找你，赶紧进去。怎么了？啥事儿啊？他还行吧？别问了，你赶紧进去吧。我也不知道啥事儿，就是他好像挺着急的，赶紧的吧，不然大崔都要尿裤子了。正当崔成允在治疗重伤的时候，北山垭口的战场也到了最后扫尾的阶段。说，北蛮大军撤了。哎呀，可不得撤呀！主将副将都在本将军手里，他们还打个劲儿啊！再去盯着吧，以免有诈。斥候领命，重又往山上的岗哨跑去。世子，一会儿要不要跟老夫一起审问这北蛮副将？还得请陈将军多多指教。哎呀，指教不敢当，就是有些审讯的老把戏，倒是可以让世子瞧瞧。审完犯人，陈虎慢悠悠走到坐在大牢门口的世子身旁。世子如何呀？老夫这些招式还挺新颖吧？什么含爆蛋蛋、戳你屁屁、烤你肉肉之类的招式，世子别说没见到过了，他连听都没听说过。陈将军有才。咱们这些招式啊，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会儿老夫要去趟崔宅啊，见皇上，世子要不要一起去啊？北山那里有余王和北安王盯着就行，咱们快去快回。于是二人带着审讯口供，即刻去了崔宅。巴楞卡已经供述了，说是我们的人先去杀了他们的王帐，虽然没有杀死北蛮的王，但是却着实惹怒了他们，他们才会在这个时候来攻打宿州的。虽说北蛮确实缺粮，但是他们自己内部也分了主抢掠和主和谈的两派，就因为我们先动了手所以和谈派也都倒戈了。
所以你之前抓的那个奸细，就是被派去刺杀北蛮王的刺客中的一个？不是，这是两拨人。之前咱们抓的奸细是机缘巧合之下知道了北蛮在北山垭口处设置的密道，然后通过这条密道，他组织了一批人，把北蛮的马匹运到了西周，然后把马斩杀在了西周，设置了陷阱，准备污蔑鱼王通敌的。那现在那个密道，咱们当初得知有马匹从北蛮运进来之后，就搜山了，然后在山中找到了密道，才反推到了军中可能有内奸这事儿的，所以早就处理好了，您放心。就是这事儿吧，最终指向的幕后之人就只有一个。巴楞嘎说，刺杀他们的人是鱼王派去的，而且还丢了一块鱼王府的腰牌在他们王帐中。对了，还有个事儿您可能不知道，当初没事了。皇帝也没说话，就直勾勾地看着陈虎。哎呀，微臣也不是故意没说的，咱这日子不是也过得紧巴巴的吗？然后就如此这般如此的把挖掘并开发再利用了一个黄肠题凑的大墓，且在过程中发现了鱼王的鱼图的事儿，跟皇帝说了。我说呢，有一阵子你就没管我要钱，原来是挖了人家的坟呢。重点不是这个，皇上，重点是每件事都有明显线索指向了鱼王，所以太子想除掉鱼王的决心居然这般大吗？也是，他连老子都敢杀，可不就是吗？这是个啥样的逆子呀？老子兄弟一个都不放过，还是不是人呢？皇帝这个太子选的实在是没啥眼光啊！您也不用多想，人嘛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各自的主意。这帝王家与寻常人家更是不同，不同就能弑兄弑父。朕定会回都城亲自问问他，明明是唾手可得的皇位，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您是父亲，他也是父亲，都是为了孩子吧？没事儿，还有我们一群老伙计陪着您，不管您做任何决定，咱们都支持您。皇帝没有抬头，只有不停耸动的肩膀和砸在地上的眼泪，暴露出了他偶尔也是一个普通的老人。这几日你把北山的事情处理干净，我估摸着谢家军快到宿州了，这里咱们还剩多少人？差不多13万左右。行，那你就带6万大军赶往太平城，若有人要硬闯进来，无论什么理由，格杀勿论。对了，那个夏安阳，你把人留在宿州，这个人朕觉得可以一用。皇帝说完就低头开始写圣旨。陈虎抱拳答了一声是，然后跟皇帝说，您先写着，微臣去瞧瞧崔成允，马上回来。去吧。对了，一会儿把我那2个不争气的儿子调回来，让他们给我去太平城守着去。那肃北军朕亲自带。行吧，都是你的兵，你爱咋咋地吧。八方县的众人在击退了北蛮大军之后，渐渐进入了休养生息的模式。不过太平城此时却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上回咱们宿州缺粮，不是郑县令和他那师爷想的法子骗来的粮商吗？忽悠人这事儿他们俩最擅长，大人何不让他们来想想法子？而且这2位看着也挺忧国忧民的。季宗廉二话不说，赶忙又差人把才回八方县没2天的夏兆丰和郑志明给逮了来。知道此事非2位职责所在，故特免除了八方县捐税3年为奖励，以此为证。捐税又是什么呀？就是交钱呗。郑志明见到季宗麟，先阻住了他的客套，上来就说：5年捐税，不然咱们这就回去。先喝杯茶。这事儿谈妥了，咱们明天就能开始查办了。如果谈不妥，咱们今晚就得往回赶。这地里头正种着庄稼呢，真走不开。郑大人，您别急嘛，先听听季大人怎么说。不管啥事儿，不都是谈出来的吗？经过2人你来我往的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季大人同意免除八方县捐税4年。既然本官已经答应了4年了，那你们2个有什么法子，现在别说吧。这还不简单？明日您就等着瞧好戏吧。次日一早，冀州牧乔装打扮了一番，死活跟着一大清早就说要出去吃早点的郑志明和夏兆丰一起在城中闲逛。你们上辈子、上上辈子、上上上辈子都是饿死的是吗？咱们先喝茶再说事儿。喝茶不会要个包间呢？这地方怎么说事儿啊？既然说不了，那您就好好听着。此时茶馆里头的人都在讨论着肃北军驻扎太平城的事儿，有说陈虎在此地必有大事的，有说都城有亲戚，据说皇上不见了的，
还有说自己是打西周来寻求北安王和陈虎庇护的。哟，我怎么觉得这宿州好像……哎呀，不能多说，不能多说，要不然咱们今天就走吧。怎么走啊？往西走就是陈将军大本营，往东走出不去呀。那总不能待在这儿等死吧？万一那鱼王真的，哪怕朝廷来镇压，那咱们要不就是人质，要不就是肉盾，不都是死路一条吗？那还不如干脆冲。夏兆峰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是被郑志明给捂住了嘴。那位仁兄说的对啊，既然周牧不管事儿，城中情况又是这般复杂，咱们等在城中，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到最后还不都是给人做肉盾？若是这般，还不如干脆冲出去。你们怕是忘了，当初西周闹灾荒，为了不影响都城，西周也都是被全部封锁的，有头脑的走得早，都活了下来，最后死了那么多人，都是活活等救济等死的。有病吧？人家陈将军带了4-5万士兵，咱们这不是用鸡蛋碰石头吗？要死你自己去死！傻不傻呀？咱们为何一定要从东门走？城里又不止一扇东门。这位兄台说的对呀，与其在此等死，不如冲了南北小门赶紧逃啊！你们去不去？加我一个。哎呀，别闹了，你是不怕死，可你不想想家里的妻小吗？怎么这么等着，家里妻小难道还能见到我吗？与其等着微乎其微的希望，还不如搏一把。你不去就别管我了。兄台，咱们要不要借一步说话？好，还有没有人要一起详谈的？出乎季宗林意料的是，茶馆里居然走出去了一大半的人。借一步说话的这些人才出了茶馆，就被巡逻的衙差给全逮住了。干嘛？为何抓我们呀？我们在大街上走路都不成了呀，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哎呀，放开我！我是犯了律法，还是犯了天条了？抓我干嘛？统统给我绑起来，送到陈将军那里去。但凡有一个跑了，就拿你们试问。一场潜在的危机便这么消弭于吵吵闹闹的2个戏精手中。都城苏州那里的人都安排妥当了吧？让他们千万小心这些，别到时候功亏一篑。若是这些人被查出来了，再想送人进宿州，那就不太容易了。昨日收到飞鸽传书，太平城内已经蠢蠢欲动了，相信再过个3-4日，等老将军的人到达宿州南城门的时候，城里肯定已经乱了。那本宫就等着我儿登基了，去给太子那里送个信，让他莫要焦急，这事儿在10日内就会办妥的。等到3月初就是我儿的登基大典了。另外，把本宫才炖的人参黄芪鸽子汤给太子也一并送去。完成使命的夏兆峰和郑志明得到了陈将军的夸赞和北安王的赏赐，还有季宗林哼哼唧唧不甘不愿写下的免税文书。我也不是替自己不值，我就是觉得吧，老百姓被蒙在鼓里，两头挨骗，有点心酸呐。那就直接跟他们说，太子造反了，在城里煽风点火的人是皇后娘娘派下来的，他们准备做内应，搞乱太平城，然后帮谢家军开门，好让他们冲进宿州干掉皇上。啊，对了，皇上现在就在宿州，是一路走小道逃来的。大rom朝皇帝跟个行李似的，一路还被搭在了骡子上，毫无帝王尊严可言。还有，他老婆还给他下了毒，差一口气儿，皇帝就被皇后给毒死了。咱们把实话全说了，然后老百姓就可以幸福快乐的继续过下去了啊！哎呀，我知道说真话不一定好，我就是觉得吧，咱这些小老百姓就如同这天上的云朵，飘来飘去的，全凭风往哪儿刮，自己掌握不了什么。哎呀，你可拉倒吧，皇上不也自己啥都掌握不了？你若真想不明白，赶紧的出家，我给你造个庙，也算积德了。那你旁边再造个尼姑庵，方便我和我家娘子相会。那你前院做和尚庙，后院做你尼姑庵嘛，串门还方便呢。回到八方县，夏兆峰第一件事就是先去逮住了女儿和老婆，然后把他们拉回家。您可歇歇吧，咱们这肉眼可见的云，一朵就得几百吨，比您想象的可威武雄壮多了。可怜啥呀？倒是那风看似无边无际，实则四处碰壁，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自由。旁边的姚荣乐得嘎嘎的，直喊：老夏你的情怀呀，那可真是既没文化又不值钱。有啥好笑的？我也不能太完美不是？太完美的人容易遭嫉妒。母女俩给他的回应又是乐不可支的冲着他笑。笑吧你们，我瞧瞧小崔去，你们只管笑。您别去了，他睡着了。啊？他什么时候睡的？得睡几天呀？昨天早上说着说着话，突然就没声了，差点把我给吓死。好在缪大夫诊断下来，伤势恢复的还可以，没有内出血什么的。至于睡多久，
这我就不知道了。按照我爹喝1碗睡3天这么算的话，估计得浅浅睡1个月吧。哎呦，要命啊！那咱们是不是得给他准备点流质喂下去啊？这成人尿垫什么的需不需要啊？宋管事已经专门派人照应了，您亲自给大崔做这种东西也不合适吧？就是，人家小年轻才开始谈恋爱，你就尿垫啥的乱说一气，这多幻灭呀！这有啥幻灭？以后你要是躺床上了，我也给你做尿垫。哎呀，姑奶奶，您就盼我点好吧。啊，对了，咱们庄子的耕种怎么样了？自从买了这庄子，我就没怎么用过心。今日郑县令特地放了我半天假，大崔呢也得睡个10天半个月的，咱们趁着得空去瞧瞧呗。夏兆峰和姚荣夫妻俩看着女儿打下的一片土豆江山，实在忍不住问他：咱家这地就光种土豆，不考虑种点别的？您二位是不是没有完整的转悠过咱家地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要种的地还多着呢。夫妻俩尴尬得很，呵呵呵笑了几声，也没正面回答女儿的疑问。这土豆哪怕种上500亩，也不到咱们土地的一半。而且我也是前几日才知道，咱们这地起码有300-400亩是荒地，种啥都够呛。荒地，那咱还得开荒？开荒哪儿那么容易呀？我就说嘛，老郑当初把地卖的那么便宜，果然有问题。那也不能怪人家坑咱们，咱们当初可是自己看着他量地的，主要是没种过地，不怎么懂。蒯庄头也说，想要把荒地开出来，慢慢种成熟地，没个7-8年根本不行啊！居然要那么久！而且咱们那片荒地外沿，再往前2-3里地，就是一大片沙地。去北营的时候你们都见到过吧？夫妻俩点头，示意女儿继续说。所以咱们不去管那沙地，过个3年5载的，咱们这庄子倒也省力了。省力？省什么力？安如意思就是说，咱们不管那沙地荒地啥的，过个3年5载的，咱们这一片也许就成沙地了，到时候啥也种不了了，不就是省力了吗？对头。哎呀，你这孩子说话能不能好好说？你就直接说吧，又准备出什么幺蛾子？怎么能是幺蛾子呢？等这儿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都解决了，咱们手里也有点钱了，我就准备治沙。我看你还是先治你的傻病吧。以前咱们大华国为了治沙投入多少人力财力，咱现在是个啥情况？你心里就没点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嘛，一点点来呗。再说了，咱们现在这儿土地荒漠化还没那么严重吗？罗布泊说不定还是个湖呢。至于治沙嘛，咱们家人的确少，但是肃北军多的是军户，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怎么从陈将军手里头骗些人力来，这人手不就解决了？怎么皇帝不让你当个环保部长啥的呀？娘，您不是每天都得去催柴做饭吗？记得千万跟燕妃娘娘搞好关系，咱们说不定还能真用上皇帝呢。咱们用上皇帝，那还是皇帝的荣幸呗。你这想得太远了，咱家别说治沙了，能把这庄子摸熟了都够呛。关键咱们南方人哪里懂啥治沙呀？治沙的法子在这儿。夏安如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瓜子，然后如此这般如此的大致说了一下。夫妻俩非常狐疑地看着女儿，问她这法子是不是做梦梦到的，听着还真是一点都不靠谱呢。咱就瞧好吧，靠不靠谱咱们试了就知道。说完，夏安如便一路小跑往他那稀稀拉拉的果树坡去了。哎呀，这孩子怕是疯了。年轻人嘛，有梦想总是好的。你这人怎么5分钟一个反转呢？你前头还说你女儿有病呢。有吗？我说安如有病？你是不是耳朵有病啊？哎，不是，你这人怎么说了话都不认呢？我没说，为啥要认？啊，安如啊，爹来了，我再也不跟你娘聊天了。说不过就逃，去！下午你帮你家二爷翻面翻了几次？什么翻面？当人家是个饼啊！阿大，你平日里记得半个时辰给他翻翻身，1个时辰按摩按摩手臂和腿，然后记着换垫子的时候要保持皮肤干燥，千万不能让它长压疮了。是，这些夏姑娘先前都嘱咐奴才了，奴才都记下了，那小册子上也记好了，每做完一件都会在上面打个勾，还不会忘的。这小棉袄子怕是离要成亲不远了。唉，把女儿留到30岁再成亲的愿望终究还是要落空了。蛰伏在了城外5-6天的谢家军和曾经的禁军统领柯永宁带领着部分曾经的禁军人手，终于杀到了太平城东门外。谢家军领头的是谢家的长子谢天。柯统领，我看你口齿清楚，思路敏捷，要不然你来回应下陈将军吧，也好让他手下的将士们有所选择，老百姓也不能误会咱们不是。好，陈虎狗贼，放肆！
这些日子不对，这2年以来我也是受了不知道多少委屈与曲折，这些个不要脸的居然还敢骂我是叛王，我叛你个祖宗！我余王不开骂，还真当他好欺负。柯永宁，你个狗贼，明明自己造反，居然还妄想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今天你只要进太平城1步，本王定然把你碎尸万段，不信你就试试！哼，余王污蔑人倒是有一套，你刺杀皇上是我亲眼所见，居然还敢狡辩！太子殿下有令，若你乖乖开了城门，便饶了你何府上下的性命，只许你这始作俑者性命便罢。若你还是联合了北安王和陈虎负隅抵抗，便直接杀光你余王府所有人。诛九族啊！你让太子有种诛九族啊！他胆敢弑父杀君，他有种杀光单于一族啊！口吐芬芳的狗贼，你给本王等着，本王即刻来取你项上人头。说完，北安王便夺过旁边弓箭手手里的箭矢，拉满了弓，想要射杀柯永宁。可别露怯了，拉满弓你也射不到他，反倒是长了他们威风，灭了咱们气势。战场上骂归骂，但是不能自己先动气，你们到底懂不懂啊？哎，崔子晋离开的第10天，想他呀。不过令陈虎没想到的是，谢天和柯永宁倒也是挺能忍的，任凭肃北军怎么谩骂，他们还就是围着城墙不动。这是怎么的？准备把他们围死呗？哦，前头打仗你创业开张，怎么的？炮火是为你开1、2放的呗？嘿嘿，母亲文采倒是不错，创业什么的都是时机嘛，人啥时候不都得穿衣裳吗？我不同意有用吗？不同意倒也不是不行，咱们讲究的就是一个民主。不过我也想好了，您要是真不同意，我就挖您的墙角，把人全给您挖了，自己再开一个荣芳轩。哦，然后就准备气死我是吧？行了，这事我管不了你，但这一点，方荣轩的人不能把他们饿死。别的事儿，谢谢您啊，别找我。别，还是有点事儿得请教您的。什么？您这啥子事啊？是不是不待见我呀？是啊，你有事说事儿，别离我太近。怎么了？我还是个屎壳郎，身上有粑粑不成？我好好说，就是我纺纱技术不过关，按照传统方法纺出来的毛线又粗又不太结实。您以前不是纺二代吗？您给指导指导呗。那我可是真不行，以前你懂的，是那个以前哈，纱线都是粗纱进环定精纺机，然后再几股合成一股，合成细线的同时还能增加强度。咱现在没这设备，我劝你还是趁早歇着吧。要等你把这毛线啊给弄出来，你还得女娲开天辟地现造机器，造不造得出来还两说呢。我这估摸着，真等这细线纺出来的时候啊，陈将军别说是打仗都打完了，说不定大人都改朝。哎呦，你看我这嘴。算了，不说了，这事儿我是觉得没戏，但是你非得干呢，我也没办法，就这么着吧。夏安如倒也不算是个激进的人，既然老母亲都说了，这事儿的确有困难，他准备就先小小置办几台纺纱机、织布机算了。此时方荣轩内，姚三舅正在中庭的空地上修织布机。三舅，您瞧这脚蹬子都没人家那一半长，这装上去了还能踩吗？这不是脚蹬子呀，这个啊是你三舅换下来的笋头，你瞧那笋头都烂了，喝吧，你娘特地让我给你煮的早茶啊，是我无知了，以茶代酒，给三舅请罪了。元娘赶忙也倒了一杯茶水给姚三舅，姚三舅满脸通红的把手往衣服上擦了几下，才接过杯子。怎么了？哎呀，三舅，你是不是发烧了？这脸怎么红成这样？是说呢，刚才还没这么红呢。啊，我没事，你们忙自己的去，我一会儿就修好了。怎么就结巴了呢？不是也没什么陌生姑娘在吗？三舅，你这是在害臊吗？没有的事儿，你走吧，去说事儿去吧。两人赶紧跑进了屋里，然后撅着腚扒着门缝往外头瞧。你个大男人怎么还看别人八卦呢？什么叫别人的八卦？那不是咱三舅吗？这古代你懂不懂？舅舅大过天，我得看看我的天，为何会有朝霞满天？什么朝霞满天？干嘛呀？一惊一乍的，有没有点大人的样子？娘，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不是说要去五味斋吗？你不是说让安阳来了吗？我就想来来回回麻烦得很，就一直没走啊。你们这是在看什么？什么朝阳晚霞的？姚荣说着话，也慢慢把头凑到了门边，俩小的你一言我一语的跟他说了三舅的反常举动。嗨，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们三舅看上元娘了？
我猜就是。我说也没个外人，三舅害臊个啥呀？原来是对元娘心动了啊！元娘和我三舅，这外公外婆知道吗？肯定不知道啊，我也是猜的。我就最近发现，只要元娘在哪儿，哪儿就必出现你三舅，然后又总结下了细节，才得出的结论。至于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还得问你三舅自己了。啊，靠三舅自己的话，估计等到丹姐儿出嫁，他还不敢跟元娘说这事儿呢。不过元娘跟三舅是同龄人，你三舅小一些吧？他今年24还是25来着？元娘是27还是28？哎呦，反正差不多就这些岁数，倒也还行哈。姐弟恋咱倒是没啥说到的，就是怕外公外婆不同意。哎，三舅能娶上元娘这么能干的就不错了，外公外婆还想找啥样的呀？丹姐这孩子性格也不错，活泼开朗，又跟咱家熟得很，我觉得没啥问题。哎呀，现在就剩下我4舅5舅喽。你别搞得自己像你舅的长辈似的，这事儿还得他们老姚家自己商量，咱们说了也不算。不过我改天啊去探探你外公外婆的口风，如果他们没意见，我觉得我还是得推波助澜一下，不然等你三舅敢开口，等上个10年8年也不一定成。行，就这么办。差点忘了正事儿了。你这脑子是不是忘记了在崔成宇的床榻边了？你别这么说，感觉涩涩的。哎呀，你姐跟你说了没？她要你搞个环定精纺机。啥玩意儿？我姐不是说就要个好点的纺纱机吗？不是吗？我没说错啊。那叫环定精纺机，不是用来纺粗纱的。这个事情啊，没有那么简单的。是，但是您可以把这个粗纱变成强韧细纱的原理跟咱们讲讲，咱们可以想想办法，看有没有可能造出一个相对简单、容易实现一点的祖先版精纺机。还祖先版？怎么不说是女娲版？那动力呢？以前都是电动的，现在怎么搞？咱们的搅拌机不还是螺动的吗？既然是祖先版的精纺机，那也可以用小动物的力，人工动力、水动力、风动力。对了，虾阳，蒸汽机。哦，也是哈。电能现在估计还不行，水这里也没有，但是煤矿估计离挖出来不远了。毕竟皇上一天要找江公公3趟回去，老姐说的也不算天方夜谭。我们倒是真的可以憧憬一下蒸汽动能。哎，对了娘，您先跟我说说这个精纺机是怎么个原理，咱试试能不能搞低能版。你们姐弟俩啊，起的名还真是够可以的。那环定精纺机运行原理我不太懂，但是怎么出纱我倒是知道。然后姚荣就如此这般如此的跟儿子描述了下整个生产过程。那就是说咱们把粗线送进精纺机之前还得先得到粗线，对吧？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先解决纺纱机的效率问题啊？对，但是你也别问我，咱们以前纺织机跟现在的纺织机完全就是2个概念，怎么改造我是真的不懂。一旁的夏安如突然灵光乍现，她二话没说走到了屋子里摆放的一台纺纱机旁边停顿了下，然后一脚踹翻了纺纱机。哎呀，姐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啥意思啊？在遥远的将来，据说纺纱机就是因为这么被踹倒了才改良出来的，你看着办吧，别的我也不懂了。这么说的话，我记得咱们上课的时候倒是说到过黄道婆，她搞的那个纺纱机好像是从手摇单定改造成脚踩4定的。你看，这不就灵感来了吗？你想想，脚踏能有4定，那再加上蒸汽动能呢？咱们实现现代化是不是直接跨越了，不对，直接穿越了次元呢？这个纺纱机我得先带回去，工部那些人倒是懂这些，我回去跟他们好好探讨，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个解决了，再把精纺机提上日程。等会儿，这里头啊是咱们已经处理好的棉花、兔毛和羊毛，还有个小包裹里头啊是给你做的内衣裤和鞋子，绣了花的是给娉婷的，你的是黑色，你别搞错了。夏安阳背上了包裹，谢了老母亲和老姐，便提溜着纺纱机出去了。在路过姚三舅身边的时候，夏安阳还忍不住为他加油。哎，三舅，你可以的，努力。应该是让你好好修织布机。哦，好的，我会好好修的。跟老弟交代完了他要办的事儿，夏安如便回了复丰庄。大哥，你赶紧醒吧，你再不醒，咱们飞机大炮都快搞出来了，工业革命都要开始了，你也不能让时代的车轮碾在脸上都不知道吧？哎，你知道吗？陈将军可想你了，天天的让人来问你醒了没。听说太平城被围城了，你要是醒了，说不定半天就能够摆平谢家军了。不过你放心，哪怕咱们被包围了，我种了好几百亩的土豆，
足够。夏安如一个惊吓，直接摔在了床边。怎么了？二爷怎么了？你怎么醒了？你这鱼汤是不是没加葱姜啊？而且你是不是把糖当成盐了？你还有味觉吗？你昏迷的时候能尝出味来？我只是睡着了，并不是死了，怎么会没有味觉呢？哎呀，那你应该今天早上醒的。早上我做的南瓜米糊可好喝啦！你错过了我人生中的厨艺顶峰。看到夏安如咋咋呼呼的模样，就觉得很幸福。他朝神色夸张的夏安如伸出了手。奴才去找缪大夫。夏安如握住了崔成云的手，笑眯眯地坐在了大崔身边。谢谢你照顾我这么久。不客气，不过这鱼汤果然有点腥，我都闻着味儿了。我可能是被你这鱼汤给难喝醒的。别客气，下回我……姑奶奶，谢谢你，你就饶我一命吧。不要客气嘛，你等着，我这就再给你做一些好吃的来。不用了，安如儿，你回来。崔成云醒了的消息，不过1日功夫，就从八方县传到了太平城。激动的陈将军第一时间就想派人去把崔成云给接来城里。柯永明，我就觉得你这人太保守了，等来等去也不知道在等些什么。要我说，今晚咱们就破了太平城的城门，直接杀进去得了。不行，里头守军人数起码是我们的3倍，他们还有主场的优势，咱们贸贸然冲进去，定会全军覆没。那咱们现在在等什么呀？既然打不赢，那便撤军算了。您就当咱们在这儿替太子看着苏州城里头的那些人吧。只要城里的那3个不出来，太子那里估计离登基也不远了，说不定再等个10天半个月的，就会有大批援军来了。到时候咱们再杀进城去，一举把太平城拿下就是了。也不知道太子什么时候才能登基，为何我姐姐到现在都还没个信儿？不行，我还得去封信问问清楚。皇后倒是很想跟她大哥去点好消息，可问题是她这儿也烦透了。咱们还是太过优柔寡断了。是苏州那里出了什么事儿吗？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们不能再等了。此事一开始，咱们就应该直接闯了机要处，抢了玉玺的。只要有玉玺，那皇上到底有没有让你监国，还不是我们说了算了。咱们还是不够狠。那如今咱们是不是不该再等下去了？太子以为如何？还能如何？事情都已经如此了，除了孤注一掷，还有别的选择吗？皇后沉默了良久之后，她缓缓扬起下巴，冷声说：那便收了叛王和准备起兵造反的肃北叛军吧。母后说的对，此时我们已经错失了先机，此时更不宜再久拖着了。你才休息了10多天就要去太平城啊？陈将军这也太不近人情了。我去看看就回，没事的。哼哼，干嘛这么看着我？哼，柴公公找你我都看见了，还看看就回没事的，肯定是皇上也有事让你去。怎么长的呀，这脑瓜子怎么就这么聪明呢？今天还学会了葱油拌面，就跟你说的似的，你简直就是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虽然你说的这是事实，但是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岔开话题。行了，别折腾你的脖子了，一会儿该扭伤了。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放心吧，我不会再让自己受重伤了。我说的不是不能再受重伤，是不能再受伤。你再受伤一次试试，分手警告。胡说八道什么呢？等太平城的事儿解决了，城门重开之后，我爹娘就要来提亲了，还什么分手不分手啊？不准胡说。那你也不能受伤啊，受伤了就不能成亲了。听你的。你怎么这么敷衍啊？你是不是……这次要跟崔成允一起出门的阿大一脚踹翻了放在门口的脸盆架，架倒铜盆响，咣啷啷引来了屋外的宋管事缪大夫。阿大这回不用跟我去了，算了，还是跟我去吧。一旁的夏安如不嗤笑出声，我带他走也是为了免得他在这儿祸害你，你还笑？他能祸害我啥呀？我又不跟别的男人亲嘴儿。可崔成允却被一句亲嘴儿臊得脸红，他直接无视门口站着的3个人，追着夏安如就出去了。别走你，安如，你站住！这话除了我，你站住，别跑，一会儿再吐了。这说什么呢？灯笼、红纸、鞭炮、爆竹，还有啥呀？哎呀，这好久没筹办婚事了，我这脑子不好使呀。不行，我得去翻翻书册，到时候二爷成亲别缺了东西啊。
这就要成亲了？次日一早，崔成允拜别了富丰庄的几位长辈，准备出发去往太平城。为啥那人还背了个树墩子？也许是个桶呢？孙自立又没病。哦，太平城是没树桩子还是没垃圾桶啊？非得从八方县背过去？夏女婿，你说说那是个啥？那我可猜不准。不过既然是军中的事儿，咱们不也管不着吗？对了，前头不是正在说三弟的事儿吗？咱们是继续说呢，还是晚上再说呀？继续说，继续说，晚点上工也没事儿。今年不对，是入夏之前，这事儿啊，咱们得给他说定了。今年好歹让我也过个安生年。那您不介意元娘还带着个孩子呀？这有啥好介意的？这儿寡妇改嫁的呀，又不止一家两家。再说了，元娘能干，长得也标致，单姐那孩子也是个开朗的性子，我觉得挺好。这事儿，赵峰你怎么看？这事儿我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弟怎么看。可不就是，元娘这人实在的很，我瞧着挺好。问你的吗？又不是你儿子娶媳妇儿。我也没跟你说呀，我跟爹娘说，管得着吗？你个婆娘，现在是越发的嘴碎了。爹娘说话咱们听着就是了，哪有那么多话要插嘴？行了行了，都是家里人，说说自己的看法也很正常。不过老夏说的没错，这本就是三弟自己的事儿，主要还是看他喜欢。喜欢的，我喜欢的。外公外婆，你们还是抓紧筹办吧。我三舅呀，估计明天就想成亲。别胡说，这下个月就行。下月你个头！呸！娶媳妇儿又不是抢媳妇儿，想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有啊。那既然这事儿大伙儿都觉得靠谱，阿荣，你去探探元娘的口风呗。说没这事儿，娘就交给你了。姚荣点头应了，说一会儿去方荣轩就问。是日晚间，关闭已久的太平城城门突然大开，一队人马约有1000人从城中鱼贯而出。去吧，让他们瞧瞧安阳的本事。随着一声巨响，夜色中炸开一团火光，呼救声与马匹嘶鸣的声音紧接着传了过来。炸了炸了！安阳说是扛肩上用的吗？我瞧你头发都有点焦了，烫不烫？啊？什么？你说响一点，我听不清。他只拍了拍孙自立的肩膀，以示安慰。此时想要闯门的叛军，要不就被炸飞了，要不就被炸晕了。700-800人的队伍，还支棱着的不足100人。皇上有旨，禁军听令，假传圣旨，齐罪当诛。今日我就替太子诛了你。此为皇上亲笔手书，视为圣旨。见圣旨者，如见皇上，还不跪下！大胆狂徒，胆敢冒充皇上御笔，其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禁军统领柯永宁领军叛乱，其罪当以3族。但念柯永宁在禁军任职多年，军功显赫，若能自觉归降，则只诛其1人，9族流放3000里。崔成允，你好大的！另有淮南指挥使谢天，我口吐芬芳的，老子的名讳也是你叫。未得军令，擅自领兵围困太平城，妄图剿灭皇室血脉，其心可招，其罪当诛。故朕特命陈虎、崔成允领兵5万，活捉谢天回都城，赐其车裂之刑，以儆效尤。你们好大的狗胆，连皇上的圣旨都敢造假！就听得一声咻，带着导火线隐约闪烁的光芒。本国就你们都敢杀，还敢冒充皇上的圣旨，胆大包天，简直胆大包天！给我上，取下陈虎和崔成允人头，赏银5000两。柯永宁提刀第一个冲了出去，他倒不是为了钱，而是事已至此，坐以待毙，就只能去死，还不如拼一把。柯永宁，你想清楚，袭3族和流放9族到底哪个轻，哪个重？莫要废话，出手吧！于是崔成允便不再开解，他做到了所有他能做的，往后退了几个身位。又是这个催命的声音传来，轰的一声之后，柯永宁被掀翻在了地上。崔成允，你好卑鄙！
答应了未婚妻不能受伤，要言而有信，所以就不跟你过招了。看在我刚入禁军之时，你教了我3个月的份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降是不降？降，我降，降就要降得及时。柯永宁，你降了，但是你不丢人。崔成允朝孙自立看了一眼，带着人上前就把柯永宁给绑了。绑完柯永宁，崔成允便带着人上了城墙。崔成允，不对，子晋啊，你跟本王说说，你刚才用的那小炮是个啥呀？苏北军新做的火器，这回咱们也是第一次用，具体是什么原理，目前微臣还不清楚。若王爷感兴趣，待太平城的事了结了，您可以跟咱们一起回北营去瞧瞧。本王也是随便问问。陈将军，这柯永宁怎么办呢？对，现在主要还是把城外的那些人瓦解掉，让柯永宁自己跟他手下交代吧。柯统领，跟你部下老实交代，他们这回是怎么被你当枪使的？若能劝降他们，那本将军就杀你杀得痛快些，给你留个全尸。陈将军刀工好，审讯犯人喜欢请犯人吃烤肉，嘴硬的人死之前估计能吃上200-300片。不过据我所知，陈将军亲自烤的肉片还没人吃超过10片的。禁军听令，立刻停下来！余王篡位，陈虎叛变，北安王通敌都是假的，假的！皇上还活着，这一切都是太子要谋权篡位捏造的。放你娘的屁！你们不要听他的，他肯定是被陈虎和余王威胁了。太子是名正言顺的王位继承者，吃饱了撑的还谋权篡位，这一切都是余王捏造的。太子重病，他是为了皇太孙，他不想自己死了，王位落到余王手中，所以才着急要登基。太子病早就好了，殿下洪福齐天，怎么会有看不好的病症？你说太子殿下造谣余王弑君篡位，那若是皇上还活着，便让皇上早日跟我回都城，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我口吐芬芳的，口吐芬芳！谢霆，我口吐芬芳的。你爹怎么给你起的名？口吐芬芳的，听名字就他妈是个傻叉！你是傻叉，你姐就是个毒妇，你爹就是个老王八蛋，才生得出你们这样的口吐芬芳的玩意儿！看到没？急了，一说让皇上来，他们就急了。你们万万不要听这些人的蛊惑，皇上早就轰了。没有，我用项上人头发誓，皇上没有轰。城内城外的两伙人，你一言我一句的争得面红耳赤。BGM 还是陈虎不重样的骂娘声。你们别犹豫了，赶紧降了吧！投降还能保命，再执迷不悟会连累妻女的。你们想想家里人呐！此时有人开始动摇了，禁军中有部分的人开始举起双手，扔了佩刀，试探地朝着城门靠近。你们现在投降就成了叛军了，是重罪，都给我回来！只要回来了，我就既往不咎。别信他的，他都离死不远了。而城墙上咻的又放出了一发炮弹，轰的一下在离谢天不远处炸开了。见状，先前犹豫的那部分人也立刻投降。谢家军给我上！投降叛王者，杀无赦！城门外顿时响起了喊打喊杀之声。谢天，投降吗？投降，我向皇上求情，留你全尸。偷你个口吐芬芳！姓崔的，老子看你不顺眼，不是1天2天了。来吧，出刀！哎呦，我操你口吐芬芳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子晋好身手啊，不错不错，不枉本王日夜兼程，带人挖出了这么个密道。王爷，这密道记得填埋掉，被人看到过一次的密道，记得千万不能再用。啊？可我带人挖了整整……算了，填就填吧。下头其实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因为谢家军也发现那位咋咋呼呼的二世祖忽然不见了。诸位是不是在找你们的谢大人？他就在这里，你们是要降，还是要让肃北军把你们就地正法？正在打斗的众人慢慢都停了下来，一场围困战在敌人内部斗争中莫名其妙就结束了。这就完事儿了，不是很好吗？肃北军还是第一次全员没有伤亡。伤了？哎呀，我嗓子哑了，更有男子气概了。外公，我出门一趟啊！哎呦，别走，等我。这是怎么说的？我瞧您早饭吃了3个饼2碗粥，不应该是饿晕的呀？被你气晕的。
安如，不是外公想管你，可你瞧瞧，你这漫山遍野的，东插一点西插一点，每次出门必定会多找几样活计回来干，这也不是个办法嘛。有了，外公，您觉得祝家两兄弟如何？比崔家俩庄头差点，不过也还行吧。你不是想买了人家吗？人家出身农户挺好的，谁会愿意卖身呢？而且还是俩大男人，卖身给夏安如，那就听起来更奇怪了吧？买啥呀？咱不兴这个，要不咱们去找他们商量商量，让他们就跟五味斋上宫的婶子们似的，每天来咱们庄子里干4个时辰，然后1个月和现学一样，轮休4天。那不得付工钱呢？钱费钱，守住钱，不管谁的钱，守住一点是一点。爹，其实安如说的没错，咱们也不能老是贪崔家的便宜，不是？多大胃口吃多少饭，不是我偷懒啊。您想想，咱们1000多亩的地，光靠家里这几个，就算是不吃不喝，一天12个时辰都扑在地里，也干不完这么老些个活啊。您放心，这俩庄头找来了，我腾出手去就咔咔赚钱，每年赚个100，今年赚100，明年赚1000，这人工钱根本不在话下。人挺小一个，大话说的倒是好听。行吧，既然是安如提出来的，那我就去问问。外公您休息，我正好要去趟县城，我让我爹去找他们谈去。记得让你爹还价啊，别人家说多少就都答应啊。非常喜欢为女儿效力的夏兆丰，居然能说动祝家两兄弟，如此富丰庄便拥有了自家的祝大庄头和祝二庄头，正式迈入了正规地主行列。皇上，晋军和淮南军包围太平城的残部都在此了，还请发落。这里是多少人啊？共计5237人。那跟北蛮打仗，肃北军伤亡多少人？之前统计的死亡是27000人左右，重伤5000，数据可能不太精准，王副将那里可能有最精准的统计。唉，不用太精准，我知道个大概就行。然后背手在那些被串在一起的晋军和淮南军的跟前来回走了2趟，才止住了脚步。你们都是我大戎战士，可却不知抗敌，只顾内斗，战死沙场的肃北军那都是好样的，都是烈士，将来他们的儿女都会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为了守卫国家而死。可你们呢，只要朕够狠心，你们的父母子女也会被你们牵连而死，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一些有心理素质差一点的直接扑倒在地，高喊着他们也是被蒙蔽的，求皇帝开恩饶了他们一家老小。待哀嚎声渐停，站在教阅台上的皇帝居高临下地看着被绑在最前面的谢天。谢天，朕待你谢家不薄吧，这皇位最终也会是太子的，你为何非要把朕逼到这个地步？有杀便杀，哪儿来那么多废话？既然皇位最终是太子的，你趁早把皇位禅让给太子，自己做个逍遥的太皇不好吗？非死乞白赖的占着茅坑不拉屎，造成今日的后果，你难道自己没点反思吗？站在这群人旁边的崔成允二话不说，上前就是咔咔咔咔咔7、8个耳刮子甩上去。崔成允，你这条疯狗！呸！崔成允直接拔刀，在众人的惊呼之下，用刀柄把谢天给敲晕了。啊，微臣鲁莽，还请皇上责罚。谢家向来跋扈，不过正如他所说的，这事走到如今这一步，我也有责任。皇上，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是谢家不知好歹。哦，谢家交出的如此狂妄的儿子，就是谢金生和皇后给他们的底气。谢金生是朕亲封的2品将军，而皇后也是朕亲自选的，此事与我无关，难道与你有关？微臣不敢。此事朕的确错了，但是错的不是没有禅位太子，错的是太过放任士卒。他们要地，朕便给地；他们要钱，朕便给他们赚钱的官位、路子。朕一直以为满足了他们，大戎才能有走向太平盛世的可能。可惜，朕错了。人的欲望永远都是欲壑难填的，有钱人只会希望自己更有钱，老百姓的死活、江山社稷的繁盛，在他们眼里都是可以被舍弃的。崔成允，你大哥最终还是死在了朕的优柔寡断之下。若是当初朕有你大哥死谏朝堂时的1半勇气，
如今大荣也不会是如此窘困交加。事实证明，我大哥也并没有白死，一切都还来得及。崔子健，这些人怎么处理？你有何想法？矿上要人，也好，那便看管起来，都让他们给朕开矿去吧。皇上，难道您就不想知道微臣为何要这么做吗？应该是草民。说完便径直走了，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柯统领，你忘记了一件事，禁军统领可以姓柯，也可以姓周姓赵，哪怕淮南军现在也被喊成了谢家军，但是谢家会落幕，淮南军却不会。不是的，不是的，是太子绑了我儿子，我柯家5代单传。皇上，您听我说。哎，柯永宁也是糊涂啊。王将军也是个聪明人。我可不是什么聪明人，我只知道一仆不是二主，背叛皇上，难道太子就能重用他了？万一太子的计谋成了，第一个死的还不是他柯永宁全家？太傻了。还是王将军通透。所以这个是干嘛的？崔成允背着手围着夏安阳拆开来的东西转了一圈。纺纱的呀，你看一个机器能纺6条纱线，这会儿咱们只能用脚踩的，但是一旦等咱们把大蒸汽机造出来，也许就可以用1台机器纺出上千条纱线了。这个目前就是个模拟机吧。的确不错。就是我听江公说，你们那个什么蒸汽的机器之前已经干坏了7、8回了，还把公粮给崩伤了，你们可得小心些啊！科学研究嘛，多少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危险性的。不过姐夫你放心，咱们经过上次机器崩裂之后，已经掌握了很多参数，再给咱们几个月，大功率的蒸汽机估计就能干出来了。不过还是安全第一。大荣反正都已经穷了这么多年了，也不急在一时半会儿。夏安阳再三表示自己一定会小心的，然后扯着他姐夫，非得教人家用脚纺纱。你们在干嘛呢？我们没什么奇怪的嗜好，是安阳让我试试他新做出的纺纱机。姐，你快来，我这回做的是6个纱锭的，比预期的多了2个，怎么样？不错吧？原来你觉得纺纱是奇怪的嗜好啊？不是吗？别这么狭隘嘛，女子可以习武打仗，男子也可以纺纱织布嘛。所以你不觉得我奇怪？你再问我奇不奇怪，那就很奇怪了。姐，快来看啊！你看我这素，哎呦，好疼啊！你这玩意儿怎么质量这么差？没办法了，姐夫，咱又得麻烦您大哥了。我大哥的牌位最好还是请到苏北来，方便我给他烧纸啊。老是麻烦他不多烧点纸，心里边终归是有点过意不去啊。一旁的夏安如死死地咬住了自己的下唇，好让自己不要笑出声。崔成宇，你这次有没有受伤呀？回夏姑娘的话，没有。不但我没有受伤，这回苏北军也没有伤亡。没伤就好，没伤就好。没受伤这么高兴啊？就是真的很高兴啊！缓缓再笑，一会儿又笑岔。崔成远话没说完，没用的夏安如便因为笑太大声，又开始打嗝了。哇，你还真是厉害啊！每次跑步必吐，每次大笑必打嗝。你教教我，怎么才能跟你似的如此没用啊？你看着！说完，朝弟弟屁股上就是一脚。安如啊，你那空间里真的是什么都长的吗？这皮带难道也是长出来的？这个呀。如果不能说，便不用解释。行。娘那脚踏缝纫机，我过2天就给她送来。精纺机我还没能掌握精髓原理，你们再给我点时间吧。行，不急，反正现在做出来了，我1没棉花，2没那么多的羊毛兔毛，你慢慢做着，我还能有时间开发羊毛兔毛的收购渠道，棉花也得现种，都得要时间呢。苏北也能种棉花吗？其实我也是头一次试种，至于能不能种，不得种了才知道吗？能种得成最好，说是种不成，咱们便总结经验，明年再来嘛。安如，我去趟隔壁，一会儿就回来。我娘正在隔壁做饭呢，你跟她说一下，安阳把机器带回来了，让她一会儿做完饭赶紧回家来瞧瞧。回到崔宅的崔成允一进门就见到了自家宋管事。没事吧？二爷您没事吧？我寻思阿大都回来那么久了，也不见您来，就想去隔壁找您呢。我没事，
这次几乎没有出手。燕妃娘娘在吗？在的话去通报一声。哦，在的在的，跟荣婶儿还有于王妃、世子妃正在打新型马吊呢。什么东西啊？就是荣婶带来的牌嘛，跟马吊牌有点像，但是又不太像，说是叫啊麻将。哎，对，麻将。不是说荣姨是来做饭的吗？哎，自从燕妃娘娘学会了麻将，荣婶每天都得陪着打几圈。前几天呢倒还好，都是做完饭了，燕妃喊荣婶陪着打2圈。不过昨天呢，可能是燕妃娘娘输多了点，今天荣婶一进门一直陪着3位打到现在，刚才吃饭都是端进麻将房吃的面条。那我在外书房等着，等娘娘他们散了牌，你让人帮我通报进去便是。对了，你随我来，我有事交代。哎，好。哎呀，二爷总算是要准备筹办婚事了，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呀。二爷让他去书房等着，不是想让自己帮忙筹备娶亲，而是让他买点人去富丰庄。二爷，咱崔宅我已经买够人了，您要是觉得夏姑娘在富丰庄不方便，娶回来不就行了？还给富丰庄买什么下人呢？万一买了人，夏姑娘发现自己其实住在富丰庄挺开心，那咋办呢？这事儿不得给自己留个后路啊。没事儿，去办便是。等燕妃他们停了麻将，已经是1个多时辰后的事儿了。燕妃娘娘，微臣有事想考娘娘个方便。你找本宫，难不成找本宫打牌呀？好像是乐哥哭了，母妃听到了吗？咱们赶紧去瞧瞧啊！没，哎呦，你这孩子急什么呀？你差点拽我个跟头！哎，真是，这俩夫妻一个比一个糊涂，这余王府的日子也真是亏得他们能过得下去。余王与王妃是有福之人，自不必为小事烦心。都说你这人真性情，有什么敢说什么。本宫看呀，他们倒是错看你了。行了，说吧，你找本宫何事啊？回娘娘话，微臣的未婚妻夏家独女夏安如，安如啊，你不用跟我介绍，她这丫头这些日子没少到崔宅来给咱们解闷儿，我知道她。你是怕你爹娘不让你娶她，想要皇上赐婚，所以才来找我？微臣今日不是为了这个而来，成亲是一定要成亲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你都快30了吧？怎么还不是时候呀？余王今年30多，好像还没到40吧？都做爷爷了，你可真是不着急啊！微臣今年20有6，不是30。不过这事微臣也会抓紧，娘娘放心。今日求见娘娘，还是为了宿州百姓的生计。啊，既然是百姓的生计，那你为何求见我，而不是求见皇上啊？娘娘，还是请里面说话吧。看来这事儿一时说不完吧？行吧，里面说吧。说吧，本宫能帮你什么？安如她想在宿州种棉花，微臣知道娘娘家以前是江南种棉养蚕的行家，所以特来替安如请教娘娘。咱们宿州想要种棉花，需要注意点什么？你家那小未婚妻还真想当农妇啊！哎，不过人各有志，你能接受就行。啊，微臣不但接受，还很支持。所以娘娘有什么种棉花的法子可以教给安如的吗？亦或者有什么人可以推荐给咱们？已经咱们了呀。娘娘，安如也是头一次种棉花，真的很希望得到您的指点。种棉花这事儿呢，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不过我看宿州这天气，不对，我也只在这儿过了1季，太具体的也得摸索。但是棉花耐旱，开花须得日晒足，但是不太耐寒。要种的话，宿州估计也得3月里种了，5、6、7、8、9啊，差不多。9月之前不入冬的话，本宫觉得可以试试。9月入不了冬，每年都不太一样，很难定论。若是想要8月底9月初就能采收，咱们能怎么做？崔成云问了一句，然后小声叫了在一旁伺候的崔宅的丫头去帮他取了笔墨纸砚来。你还要写下来？怕忘了，怕耽误了安如种棉花。那本宫得正经点了，可不敢耽误夏姑娘。您老正不正经随意呀，我自己正经自己的，您想怎么歪着都行，就是别把话题再岔开了就是了。你怎么来了？等得不耐烦了？我忙着呢，可没工夫干等你。这不刚从田里回来吗？外公订的300只鸭子、100只大鹅送来了，大伙正忙着给他们搭棚呢。你回家干嘛去了？
手里拿的莫非是写给我的？好好走路啊！嘿嘿嘿，又是什么呀？别成天胡思乱想。那你要的拿去。如何？大崔，你的字写得很好啊。所以你觉得我写这个是为了给你看我的字吗？没有，我就是第一眼就被你的字给深深的吸引了。好好看内容，别老搞错重点。还怪傲娇的。过了差不多能有1炷香的功夫，崔成允先忍不住问道：怎么，是不是我写的太啰嗦了？不是，你为什么写着写着就成狂草了？看不懂吗？看不懂没事，是我写的太急了，一会儿我再给你誊抄一份吧。不用，就是看得慢了些。看是看明白了，你还真是哈，默不作声的就去找了燕妃娘娘讨教种棉花的事儿，我都不知道他老人家还能知道这些。于是崔成允如此这般如此的把燕妃娘娘的出身跟夏安如交代了一遍。哼，我就说苏州适合种棉花吧，你看把燕妃娘娘都给我送过来了，这回再种不出来，我还真对不起皇上他们一番折腾了。走，去地里去。这就要种啊？你种子带了吗？籽儿在地里，燕妃娘娘说的前期准备我都没弄，直接给撒进垄沟盖了土。走吧，天黑之前咱们得把籽儿再给筛出来，可别浪费了。八方县太小，肥少。这样吧，明天我让宋管事跑一趟太平城，跟那儿的粪头多订点肥料。粪头？收人工肥料居然还有头？难道还有帮派势力啊？有啊，一般来说，像北安王府和将军府所在的方向，得在州府有关系的人才能去收，那里出的肥料价格也会比较高一些。救命啊！我不听，我不能想象陈将军拉屎的样子，但我没问，救了大命了。你别跑啊，这些不都是种田人的正经事吗？我还特意问了蒯庄头的。救命啊！不说肥料的事了，但是你别跑了，行吗？不行啊，我现在脑子里面全是陈将军拉屎的画面，怎么办啊？你不会是想到我？不是你一个。什么意思啊？你在都城的家一定也是肥料高价区，你全家这孩子为什么会胡思乱想到这种程度？救命啊！你赶紧别想了呀，这样的话以后怎么种地啊？你等我。于是他扯着崔成允躲到了一簇枯枝杈子后头，一个闪身人就不见了。此情此景，任凭崔成允看多少次，他都忍不住要鼓掌。可还没等他鼓完掌，孩子抓着一把土又出来了。瞧，黑土肥沃得很，我准备慢慢把咱们家的地里都掺上这种土。所以这个就是你说的肥料？对，以后我们嘴里所说的肥料就是这个，脑子里面想的也都是这个，记住了吗？记住了，谁都不准再胡思乱想。达成共识，再不提肥料之事的二人，一人提溜着一大袋的棉花种，溜溜达达往家走。意思就是咱们前头办的那些个什么诗会集市啥的都白瞎了呗？也不算全部白瞎吧，陈将军和冀州牧的底气到底还是比以前足了，但是保留下来的繁华的确几乎消失殆尽了。自家的事儿搞成一锅粥就算了，弄得老百姓跟着买单，真是干啥啥不行，坑害百姓第一名，怎么就那么烦人？说谁呢？谁又惹着你了？我派你弟去咬他去。那恐怕有点难度。不过为啥非得要我弟去咬人啊？因为我不咬人呢。子敬回来了，听说这回又押送回来不少犯人，你没受伤吧？多谢下属关心。这回多亏了安阳做的随身火炮，咱们几乎没怎么动手就拿下了城外的叛军，全军几乎毫发无伤啊。客气啥？他应该的。你也辛苦了，走，你容姨今天包饺子，咱好好整2盅。妙啊，一个感谢一个感应，我就想知道安阳做的小火炮到底跟我爹有啥关系啊？没我哪儿来他呀？没他哪儿来炮啊？子健，你说对不对？夏叔说的没错，放心，安阳的赏陈将军自然不会少了他的。想什么呢？皇上，您是看中臣妾哪一点，非得让臣妾做皇后呢？臣妾感觉自己好像没办法胜任皇后一职啊。您老看中我哪一点，我改还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让我当这个苦差啊？你呀，就是太看低自己了。虽说当初你父亲官职不高，但经手的事项却都是实差。庄氏也是传承了几百年的耕读世家，虽名气不显，但也是根深叶茂。你虽没从一开始就入选嫔妃，
但也是选上了女官，说明还是有能力的。今后管理后宫必定手到擒来，不必担心。老娘都当女官了，居然还逃脱不开，而且还一击即中，生在了皇后前头，真是倒了血霉了。哎，明明想去儿子家养老的，这回看来是得把儿子、孙子、太孙子都弄到都城去了。啊，这该死的魅力，真不想再继续散发下去了。那臣妾就谢皇上不弃，以后若有什么错处，还望皇上多多指点。哎，说什么指点？哎，女人嘛，果然还是3下2下就哄好了。朕与皇后也已经几十年的夫妻了，皇太孙都有了，若有什么意见不合之处，咱们多多商量便是。后宫之事朕本就不太管，今后皇后自己看着办就是了。年节庆典之类的事也都由皇后说了算，不必让朕拿意见。还有那些个嫔妃吃穿用度、年节赏赐、位分晋升之类的事，也由皇后做主，朕就不掺和了。如此皇后还满意吗？满意？我满意你个口吐芬芳的满意。子清，本宫的子清何在啊？掐人中，快掐本宫的人中！若皇后喜欢，那以后朕的启文殿也交给后宫，不得干仗。臣妾绝对不会没事就去您书房的，皇上千万不要让臣妾影响到您办公。不来也好。还有，朕不爱喝汤，如果你送点心来，不要送汤啊。送你妹！送你俩大巴掌，你吃不吃啊？臣妾谨记，这辈子都不会给你送点心去的，你就想想吧你。夫妻俩在一起鸡同鸭讲到了半夜，天色已晚，柴午伺候皇上就寝吧。皇上，臣妾这就告退了。今日算是咱们正式成亲第1天，便由皇后伺候朕吧。柴午去准备水，朕要沐浴更衣。庄皇后双腿一软，直接就倒在了子清怀里。奴婢万死，皇上请将罪。只是娘娘这2天没怎么休息，体力可能不支，还望皇上体谅，让娘娘回去先歇一歇。对，是朕一时糊涂了。柴午，赶紧的送皇后回去休息。太平城的扫尾工作持续了差不多3天时间，才把逃跑的都给追捕了回来。那如今民妇要称娘娘一声皇后娘娘了，皇后娘娘金安，民妇这厢有礼了。没想到废后这一折腾，倒是成就了娘娘。娘娘的福气还在后头呢。这福气3万，哎，真是有苦说不出啊。4条，糊了，放下，本宫糊了。安如啊，你是不是想崔成允了？老师傅怎么还放冲呢？没想啊，他一回来就来找我了。嘿嘿，哎呀，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都不害臊的？这有什么的？您跟我爹不是已经默认他是咱们家未来女婿了吗？我有什么好害臊的？麻将室里瞬间充斥满了对夏安如的嘲笑声。忽然门外传来了丫头的喊声：大姑娘，崔大人那派人来了，说是来取土豆种，奴婢不知道小姐放哪儿了。小姐啊，得从空间里现拔，你自然不会知道。娘，你笑啥？哎呀，赶紧去吧啊！你们家大崔的事儿要紧。哎呀，去吧，别管本宫了，本宫手痒了就往墙上蹭蹭。娘娘说笑了。3人麻将，娘娘有兴趣学吗？哎呦，你早说呀！赶紧学。回到家里头的夏安如带着海棠，她推开房门，都在里头，你让人来搬吧。不对啊，奴婢前日才打扫的，这不可能啊！就反正我爹弄的，我也不清楚啊。陈虎，你别太过分啊！老夫虽然也不怎么讲究，但是你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文人说话怎么跟绕口令似的？那是我不想讲究吗？是鼻子要打喷嚏，你叫我怎么忍？这都城灰也太大了，我才进城门鼻子就痒痒。你疯了吧你？你宿州来的，说都城灰大，亏你说得出口。那就是都城瘴气太盛，你没管好。跟老夫有个屁的关系？
谁是货头子，心里没点数吗？你贵为当朝丞相，怎么能说屁呢？屁，本相偏说。再说了，你有啥资格嫌弃别人说话不干净啊？好，还是这副德行，本将军很是欢喜。难得你来城门口接我，怎么样？跟本将军回去喝一杯。哼，喝个屁呀！你再不去宫门外守着，等太子皇后被人劫走了，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怕甚？谢金生都被咱们炸得稀烂了啊！对了，这回本将军可带来了几样好东西，让小老头你见识见识。走哪儿去就走？哎呀，那多了，太子行宫、废后行宫、禁军，还有我家。哎呀，皇上怎么给我找了个宣旨的差事？我这不成太监了吗？我儿子如何？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怎么胖了这么多呀？一天吃一头猪啊！我从一开始就站在你战马旁边了，谁叫你那破马的腿那么老粗啊？而且你怎么话这么密呀？我都没开口的机会。还有，我再说一遍啊，我这不是胖，这个是工伤。但是我问的是我二儿子如何？哦，工伤？吃胖还是工伤？谁逼你去吃了？陈虎的重点跟崔继久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崔继久幽怨地看了眼郑丞相，没有作答。咱们不吃不喝，不举办诗会宴席，怎么可能拉拢得了那么多文武官员和名流乡绅呢？你别这么看着我啊！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皇上。皇上这些年容易吗？啊，你为了皇上吃胖点，这怎么了？幽怨的崔继久没有接话，而是白了郑丞相一眼，让他自己体会。我二儿子究竟如何呀？陈虎，你再不回答，我明天就跟你老娘说，你一到都城就去侠妓了，你看我敢不敢？你好歹毒啊！你儿子好得很，大胖媳妇儿不对，小瘦媳妇儿都快娶到了，皇上已经答应他了。等我办完差事回宿州，就给他放假，让他成亲。走不走啊？今天太子行宫和废后那儿的差事办不完，陈虎，你明天就等着我上门拜访你娘。哎呀，不是人！今天把宫里的事办完，明天把禁军的事办完，后天就可以回去了。仨老头坐马车到了宫门外，郑丞相率先拿出皇帝的龙纹令牌，让守卫宫门的禁军开了门。禁军统领柯永宁谋逆，朕特任将军陈虎调查此事。从今日起，陈虎兼任禁军统领一职，直至柯永宁谋逆案调查结案为止。钦此。众禁军听令，从此时此刻起，皇宫17道宫门皆由宿北军接手，所有禁军的人暂时集中于南阳门外，等待下一步的命令。陈将军，皇城向来是由我们禁军守卫，您一来就撤了咱们的人手，事前有……陈虎收起刀落，去吧，待在你们该去的地方，不要再挑战我。我不是柯永宁，北蛮人都骂我是疯狗。这些人再不敢多话，乖乖朝着为他们准备好的空地快速跑去。到得废后宫外，陈将军让皇帝亲卫把宫门打开，哇哇哇哇哇，把圣旨一念，就命人关了宫门。本宫要见皇上，谢家那是奸人诬陷，本宫有证据，一切都是以往的计谋。本宫和太子都是他的替死鬼。太子，你们把太子怎么样了？本宫要见太子。眼见着废后就要扯上自己的衣裳了，陈虎一个回旋踢就把人给踹飞了。好大的胆子！皇后你们都敢如此吗？这是内宫啊！大荣现在关门！一声令下，废后宫门重新缓缓地关上了。苏北军果然不同凡响啊！你是想说我们没人性吗？嘿，我就跟你说，有人性的早全死在宿州了，战场上犹豫不决，只会送命。这可是内宫啊！你武官进内宫已是史无前例了，能不能稍微低调点？进都进来了，还怎么低调啊？嘿，你转过去，看到你就想揍你，赶紧走！我可警告你啊！太子前2日被看管起来以后，身子就不好了，可经不起你踹，你可千万收敛着点啊！本将军可不敢动他，一会儿不小心吧嗒了，皇上可跟我没完。走了差不多能有1刻，众人才到了东宫。世子呢？
都带去城外的行宫了，有我几个学生带着，跟他说是出门游学。这事儿跟孩子没关系。就是因为那孩子太好，才会让太子产生那么多虚妄的想法。那也不是世子的错呀，那是太子的心魔，偏要拿着孩子当作幌子。行了，二位都别说了，听我的，千错万错都是谢金生的错。陈虎亲自带着肃北军先冲了进去，才见到太子正坐在书桌后喝茶看书。圣旨到！陈虎喊了一声，太子没有动。你爱咋咋地，跟老子没关系，老子念完就走人。于是他咣咣咣就是一顿念，意思就是太子你完犊子了，这太子当不了了，你就好好等在东宫，等你老爹削你吧。念完，陈虎二话不说转身就走。父皇向来是偏爱鱼王的，陈虎，你给父皇带句话，本宫手里有鱼王做了。陈虎，你跟本宫站住！陈虎！在太子的叫喊声中，陈大将军如同风一般的男子冲出了东宫。皇上回来了，不会被他们蛊惑吗？皇上也是有智慧的。出了麻将房的夏安如还跟崔成云解释呢，我也没有天天打，就是鱼王殿下他居然千里迢迢派人来订了点心，安阳昨日还送了2个机器到方荣轩，我娘就忙了。皇后她有牌瘾大。打牌有什么要紧啊？你也不能天天总是干活啊，消遣一下也是正常。带我瞧瞧你新培育的种苗长得如何了，走吧。我跟你说啊，新种苗长得可好了，虽然种出来是啥我还不清楚，但是最起码他们的苗是很茁壮的。对了，一会儿我再带你去瞧瞧我那几亩试验田，咱们从空间里面搬出来的土真的好用，别的麦苗才到手指那么长，玉米苗却都快到我脖棱盖了。好事啊，咱们肃北军收的那些降兵会不会饿死，就看你这一波了。那你小瞧咱们家500亩的土豆了不是？你想想，1亩土豆能收3000斤，咱们家种了500亩，你自己庄子里面300亩，还有郑县令家的200亩，整整1000亩，这得3000一亩，3万10亩，30万100亩，300万斤。逗得崔成云大笑不止，只夸夏安如这算学学得可太好了。皇上，您自从来到八方县之后，就没去他们县城转过吧？反正今日您都出了北营了，那臣妾带您逛逛去，顺便看看郑丞相的弟弟，就是咱们那位郑县令，在八方县干得如何？这倒也行。皇帝点了点头，然后又摇头。怎么了呢？不能这么出去，咱们得扮成普通夫妻出去。时间一晃，便到了5月底。您要再不回来，老臣怕是要累死在朝堂上了。总之您回来就好，老臣那里有2车文书，一会儿就给您送来。虽说您才回都城，舟车劳顿，但那2车奏折都是老臣和机要处整理过，需要您亲自过目的。您忍着点疲惫，也得抓紧看完，不然怕是会闯了大祸。又要闯什么大祸呀？谢家倒了，很多世家大族为了抢占谢家那些地盘生意，闹出了不少的纷争。有平日里跟他们关系好些的，这会儿虽说不上作乱，可明里暗里就是跟朝廷对着干。您得拿个章程出来，该罚的罚，该管的管，不能再这么不明不白下去了。还有，淮南军如今没有主将，您得派人去整顿呢。该抓的抓，该理的理，总不能一直让副将带着主将之职吧？还有，这行了，一件件来。再说，要你这丞相干嘛呀？有些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不是，老臣只是丞相啊，您到底要怎么？得，你一会儿再说，感觉一时半会儿你的事还说不完。陈虎，禁军和宫内的守卫查得如何了？回皇上话，宫内守卫为以防万一，都已经换成肃北军了。原先宫内的守卫都被微臣送去城外禁军大营了。至于禁军，几个指挥使倒是都过审了，问题不大，但是用肯定是用不得了，毕竟他们曾经都是柯永宁的部下，微臣用着瘆得慌。至于说要整顿禁军的军纪和治军之法，估计还得要点时间，一时半会儿难以看到成效。这样，你以后就留在都城，禁军统领你先兼任着吧，肃北军那里就让崔成宇带着，这回论功行赏，他也该升一级官职了。对了，崔景山呢？
他怎么没来迎接朕？昨日得了消息，说您今日就会到达都城，所以昨夜崔继久就带着家人出发去宿州了。怎么个意思？感情是躲着朕呢？不是。哎呀，老臣才想跟您说，崔继久托了老臣跟皇上问个好，顺便告声罪。他说皇上既然回来了，那他也该回国子监了。您之前不是应了崔二，说陈将军若回不了宿州，就允许崔家人去宿州帮崔二把婚事给办了吗？所以啊，崔继久才着急忙慌的带了人去了，不然崔二怕是要修和尚庙了。崔家程仲尊和另外2个儿子还留在都城呢，皇上请放心。什么和尚庙，他倒是也舍得，不过就是吓唬吓唬崔继久和他夫人罢了。也罢，既然朕回来了，崔继久就随他去吧。他们家也确实该给崔二把婚事定下来了。如此甚好，朕到时候还要给崔二送贺礼呢。那可不，那夏家的闺女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给崔二做了老大一个老虎脸的抱枕，他日日睡觉都得抱着。我的个乖乖，谁敢动这玩意儿一下，崔二脸能拉得那么老长。三人说了点轻松的事儿之后，却还是不得不面对皇帝最不想面对的事儿。废后和那里您如何打算？朕自己瞧瞧去，你们不用跟着了。皇上会如何处置那2位啊？为皇室颜面，皇上估计会体面点吧。还真是，总不能昭告天下说我儿子要杀了我，我婆娘也要杀了我。这男人做的多少是有点没面子。知道没面子你还说，你最有面子，一回家就被自己老娘追着打。赶紧走，一会儿皇上回来铁定心情不好，别到时候做了出气筒。所以你都是为了什么？皇上，宫中日月难度，唯有子嗣才是臣妾唯一的希望。臣妾的一切都是为了太子，为了太孙。你的太子太孙重要，你的谢家也重要，唯独朕是你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你知如今谢家如何了？臣妾爹爹是不是已经死了？是啊，不仅死了，而且死无全尸，都被炸烂了。朕命人不准收尸，让野狗把你爹啃食了一个干净。还有你弟弟谢天，朕没有为难他，给他留了个全尸。不过此时他还挂在太平城的城楼上，朕从太平城出来的时候还看到了。不过可惜的是，太平城的屠九乌鸦把他身上的皮肉也吃掉了不少，估计过了夏天他也就剩一副白骨了。别说了，你谢氏一族朕都优待了他们，没有斩首，女的皆赐了白绫，男的都给了毒酒，也算是最后给你们家的体面了。赵福臣说你家在外头的侄子侄女倒是不少，要不是你弟弟谢什么来着不重要了，反正他也死了。要不是你这个弟弟把这些孩子和外室都集中起来，赵福臣还没法把人一下子给找齐呢。你弟弟倒是替他省了不少功夫。朕今日来就是为了跟你说，你谢氏一族上下一共356口人，外加外室7个和外室所生的孩子23个，全死了。皇上，当初可是臣妾我家出钱出力助您上位的呀，为什么大人的错，您却连孩子都不放过？你放过朕了吗？你放过朕的孩子了吗？你难道真的是为了太子吗？太子也不过只是你谢氏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我单于一族只是你谢氏的棋子。去叫人把鸩酒拿来，背后死了就送出去与他们谢氏一族扔在一起。另外这永宁宫今后马上要用，把这些人押去慎刑司，再赐鸩酒。皇上，臣妾死不足惜，但是请您放过太子，放过太孙吧，皇上。我单于家的事与你何干？当皇帝带着一行人到得东宫的时候，太子已经没法坐起身了，被蛊毒反噬，命不久矣了。皇上，您去见见嘛，奴才刚才问了，他可能也就这几天了。不了，他从小身子不好，一直病歪歪的。不过朕离宫之前，他倒是难得的意气风发，那就把时间留在那时吧。
差务送酒去，看着他喝完咽气，再来跟朕说。还有河宫上下，包括世子妃、侧妃，也跟着一起去吧。皇帝回到都城当天，太子因重病不治而薨逝，太子妃悲痛不已，自戕以求与太子永生永世在一起。至于废后，因母家罪孽深重，故而被贬成了宫女，打入了冷宫，生死不知，也无人关心。当远在宿州的夏家收到消息的时候，夏安如和崔成允的婚礼都已经在筹办中了。人家抬嫁妆的都来了，你居然还没起？你到底知不知道今天要送嫁妆？救命啊！嫁妆又不是我抬，求求你了，让我再睡10分钟。不行，一会儿家里头还得摆宴招待亲友呢。郑二夫人他们，哎呦，好痛啊！哎呦！姚荣被突然坐起来的夏安如给撞到了下巴，痛啊！哎呀，你坐起来倒是喊一声啊，差点把人下巴撞歪。郑二夫人要来，你也不早说。娘，赶紧帮我把被子、稿纸什么的整理一下，一会儿郑二夫人万一进来，我这炕头估计得被她罚背《资治通鉴》。别胡说八道啊！郑二夫人性子好得很，哪里会随便为难别人啊？行了，你起来了，我就待客去了啊！你赶紧的。哎，你干嘛去？前头嫁妆发送完了吗？哎呀，昨晚吃的油大了，拉稀跑肚，你赶紧帮我跟于大夫要点药去。前头有的是人帮忙，嫁妆还剩最后几台了，我先去了。哎呀，要命要命！关键时刻也太能掉链子了。哎呀，这父女俩都一样，太讨厌了。前头怎么不动了呀？这儿还有10好几台呢，赶紧的呀！一会儿不还得晒嫁妆的吗？哎呀，稍等会儿，堵嫁妆了，正腾地方呢。等最后一台嫁妆艰难地被抬进了崔宅，阿大便带着下人们点燃了放在门口的鞭炮。别看这夏家是农村人家，家里头啊倒是比咱们料想的要殷实多了。三媳妇，让下人们晒嫁妆吧。怕就怕咱家这不按照常理出牌的新嫂嫂，到时候再在嫁妆箱子里头放了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土豆什么的。她的嫁妆也不过就是36台，她实在是想象不出来，一个边塞小城里头的庄户人家58台嫁妆里到底能塞些什么东西。求求了，只要不是土豆，不让崔家下面子，里头塞满了粗布草鞋也没关系。崔家的下人们站成了一排，在万众期待下，将夏家送来的嫁妆箱子一个个拆了红封，掀开了神秘的盖子。好家伙，没看出来老夏家这么有钱呢。这玩意儿别说我们宿州没有了，都城有没有还得两说呢。怎么了这是？这箱子里头装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祖父祖母，我二婶带来了一套茶具，8个杯子1个壶，通体透明，真是好看极了。孙子从未见过如此品相的透明玻璃。今日人多，你且稳重些，管好弟弟妹妹们，要是不小心碎了一个，看我能不能揍你。哎呀，这是什么呀？闪瞎了老夫的慧眼。哦，是我儿媳的嫁妆。哎，我儿感觉有点配不上儿媳妇啊，这怎么办啊？镇定，老夫要镇定，镇定。哎，你也是一个成熟的老头了，不能喜形太过于色。冷静点，冷静点。哎，走了，看过就得了，你可别太丢人了。哎呀，我有点头晕，你让我缓缓。继续开。我勒个乖乖，这东西娘您知道吗？我见都城有人带过，说是从南边来的，一个小小的桂花簪，就一个簪子哈，您猜多少钱？3000两，3000两啊，一根簪子啊！嘘，别喊，一会儿招贼了。赶紧再派人去北营知会一声，让子金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多带些手下回来。咱们家真是，这是，哎呦，你瞧瞧，那荷花上还带了水珠。哎呦，我的个亲娘哎，那水珠是咋能不掉下来的呀？哎呀，我的个亲娘哎，这口吐芬芳的，还让不让人活了？这掌家权，估计还是得落到二嫂手中啊。真是辛辛苦苦10来年，一朝回到嫁人前呢。听着隔壁一阵阵的惊呼，和自家越来越多号称跑肚拉稀得回家如厕的客人，姚荣总算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你说
是不是咱们的嫁妆给的太夸张了？会不会暴露呀？崔家可是个大家庭，崔成宇是个好的没错，那咱们也不能保证他们家个个是好的吧？咱们嫁妆给的豪气，那任凭老崔家再怎么人多，也不敢欺负安如吧？至于那些东西的来历，我跟紫金都说好了，实在有人问，就说那些东西都是他给安如的，安如只是当嫁妆带回崔家而已。至于紫金从哪儿得来的，那渠道多了。他大哥这条路这回可能不好走了，但是他可以走古墓开发再利用啊，或者大街北门啊之类的路嘛。总之他会想办法圆过去的，放心吧。啊，也是哈。哎呀，其实咱们呀也没给安如多少东西，也就1万两而已，再加上崔家送来的6000两，总共也就16000两。哎，是不是少了呀？那可不，不过没事儿，以后反正安如到哪儿咱们到哪儿，以后再慢慢贴补呗。夏安如和海棠整理好了卧室和书房，听得隔壁热闹，便知嫁妆已经送到了。哎，小姐，您这是要干嘛去？吃饭呢？家里今日不是设宴待客吗？您这是要去吃自己的喜酒啊？就是吃自己的喜酒啊！我这不是也不能去隔壁吃饭吗？天爷呀，怎么会有新燕子如此漏风之人？哎，不行，小姐您可千万不能去，这新娘子在未过门前是不能随意被人瞧见的。啊，问题是大家都认识我呀，你就说前院那些人有哪个是没见过我的？不是，奴婢意思是说这几天您不能出现在外人面前。哦，既是如此，那我便不出去了，一会儿你端点清爽的小菜来便是了。这人就不是我们家小姐，而是黄大仙变的，不然这样的反应他就绝对不可能会出现在我家小姐身上。开玩笑，昨天跟老爷一起干完一个羊腿，并叫嚣着蔬菜不算菜的小姐能主动要求吃什么清爽的小菜，不可能，肯定有鬼。